这坊间流传，妖孽附在了太子妃的身上，于是这太子妃便为祸人间。这么精彩啊！你借我看看呗。哎，你干嘛？你想看自己买，我还没看完呢。哎呀，你借我看看，给我看一眼，你给我看一眼嘛。学法医的还信这些？过来跟我练一下。我还要去薛寒宁的粉丝见面会呢。打赢我，还给你。来，薛寒宁，薛寒宁。大家好，我是薛寒宁，今天很高兴和大家在这里见面。以后呢，我也会继续努力，成为更好的自己。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我，多多关怀。新闻快报：薛寒宁在粉丝见面会上突发紧急情况。本台刚刚得到消息，著名演员薛寒宁因抢救无效死亡。口红一定有问题。你好，我是薛寒宁的粉丝，来给他送花。原来是你！什么情况这是？不是大哥，哎，大哥，什么情况这是？不是你们给我绑起来干嘛？拍戏呢？时辰已到，斩！撤！撤！何人敢进法场？陆景川。下官参见太子殿下。关于司徒莲一案，人证物证皆在，且由圣上亲自审定。殿下，司徒莲可别为难下官啊！异闻录，满口胡言。此案疑点颇多，若是太子妃真的有罪，本太子定不会徇私。这……若大人还有疑惑，可将今天的事禀告给父皇。怪罪下来，本太子定一力承担。那就依太子所言。放人。啊！太子妃饶命，曼玉错了，是曼玉走路不长眼睛，大人不计小人过。席小小，席小小，你和陆景川你俩搞什么呢？太子妃，您说的奴婢听不懂啊。
别闹了你！薛寒宁的案子我发现了新线索，我现在必须去公安局给他们提供线索。这里不是说话的地方，线索的事情回头再说。哎，不是。 真是古代啊！来，客官，进去看看。曼雨，你是说你叫曼雨是吧？奴婢是叫曼雨，是您的陪嫁侍女。那我不会就是那个妖妃秦希月吧？奴婢怎么敢直呼太子妃的闺名啊？完了完了，我怎么跑到异闻录里来了？得想办法回去。 水有了，停车！这还让不让我们老百姓活了？去看看。我现在就去衙门告你！走，别在我这摊上。哎，大人，你是不知道啊，老百姓现在都快吃不起饭了。这才第4天，米价就涨了这么多，我们以后还怎么活呀？大人，你可得给我们做主啊！拜拜了您嘞！ 岂有此理！西月自有顽劣，也是老臣教女不善，才让西月铸成大错。虽然很多民众看见司徒莲死亡当日，西月从仙阴房出来，可是当日我与风儿也是真正的看着西月与我们一同吃家宴呐。是啊，这便是疑点所在。只是您与秦侍郎都是西月的亲属，所说的证词都不能作效。况且。 西月中途离开了半个时辰，从距离上来说是足够他往返仙阴房一次的。但是，以我对西月的了解，他不可能想出如此周密的计划。殿下此言极是啊！太子殿下，那就拜托你为我秦家主持公道。是啊，慌斩杀西月一事，我怎么还在这里？岳阳所致，还请岳丈大人。我懂了。 看来必须要查清司徒莲的案子才能离开。君要臣死，臣不对，死。穿越小说，老臣都是这么写的。该有怨言。我要去看尸体。太子殿下，太子妃，进展如何？根据验尸结果、百姓证词以及太子妃残留在仙阴房后巷的衣服而言。 太子妃依然是凶手。我去查过了，司徒莲死亡当晚，太子妃确实在丞相府赴宴。我知道丞相的话没办法作为证词，所以，我申请重新验尸。你还会验尸？那当然了，不然我大学4年白上了。我的意思是，会那么一丢丢。 薛寒宁，你叫他什么？他不是司徒莲吗？不会，这就是你说的重要线索吧？啊，我瞎说的。口腔没有异物，颈部没有外伤，眼球突出。死者的死亡时间大概是12个小时到16个小时，跟推理的吻合。何为小时啊？就是你们说的时辰，6到8个时辰。太子妃推理的没错，司徒姑娘死亡时间是昨晚亥时初刻，现在是未正，刚好8个时辰。哎，你们都是怎么推理的呀？这就是所谓的观尸像，并且早有口诀传世。子午卯酉掐中指，辰戌丑未手掌书，寅申巳亥蜷着手，亡人死去不插齿。司徒姑娘死亡的时候是蜷着手的，所以时间大概是昨晚的亥时初刻。
原来在古代就有这么系统的验尸方法了。你既然不知道口诀，又是如何推断的？死者面目表情狰狞，肌肉僵硬，眼球突出，看着很像是被吓死的。这也很符合司徒莲死于诅咒的传言。太子妃说的都没错，但恕在下直言，说来说去，这最大的嫌疑还是在您的身上。我怎么跟你说不明白呢？凶手不是我，但是有可能是这个太子妃，因为我是我，但我不完全是我。现在的我不是以前的我，总之我不是凶手，明白了吗？你该不会是想装疯卖傻来洗脱嫌疑吧？算了，有解剖刀吗？何谓解剖刀？手术刀一下。何谓手术刀？你这是干嘛？解剖。这是什么？死者的胃里有一小块白色的结晶，肺部也有一些红肿，但是这里没有专业的仪器，需要以后再慢慢调查。咱们先去一趟献阴房。姚思成，这些窗户都是你钉上的吗？不是，据献阴房的人说，司徒莲死前1个月，精神很不稳定，经常做噩梦，说是在后窗见过鬼，然后他就让人把所有窗户都封上，并且上了锁。这个行为太古怪了。但是现场不可能什么都没留下。一切物证既不会凭空产生，也不会凭空消失，没有所谓无痕的犯罪现场。凶手一定在某个地方留下了犯罪痕迹。找到了。你这是半截断针。聊天，司徒莲的房间难道只有这一个入口，没有别的入口吗？没有。只有一个入口，可是司徒莲死亡当天，门是被锁住的，难道是密室杀人？那问题应该出在门上。这不是寻常的灰尘，似乎是某种灰烬。太子妃，太子殿下，你们是有什么发现吗？去露台看看。全都封死了。这楼挺高的，可是
是没听说那个太子妃会武功啊，她是怎么逃脱的呢？密室杀人，凶手不是齐溪月。姚思成，一会儿呢，你把这些证物带回派出所。不是，你那个什么司来着？监察司。啊，不重要，反正呢，之后我再进行具体的调查。总之呢，你去找几个跟司徒莲交好的证人。照他说的做吧，他有我看着呢。是。那天他好像跟司徒姑娘吵起来了。你是说吴三跟司徒莲发生过争执？嗯。乖乖听话啊，要不然老子饶不了你，听见没有？还想跑啊？过来你！还敢咬老子？你那吴三人呢？有段时间没见过他了。有段时间是多久啊？差不多1个月。1个月。行，你下去吧。姚天，是，直接搜查这个叫吴三的人。是。哟，没想到你还挺聪明的嘛。行了，反正现在呢，咱们该查的也查了，该问的也问了，回监察司看一下那些证物吧。且慢，太子妃，恕我直言，您真的不能再参与这个案子了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啊，我明白了，你是不是怕我抢你功劳啊？你放心，到时候那圣上要是问起来，我肯定说全部都是你姚思成的功劳，行了吧？您误会姚天了，我并不想要什么功劳，我只想还死者一个公道。只是，您尚与此案交错不清，实在不适合再继续查下去了。那刚刚不都查过了吗？这样吧，天色也不早了，随我回府里，边吃边聊。要去皇宫里吗？不是，都什么时候了，你还有心情吃饭啊？你不记得了？自从父皇把督办案件的事情交于我以后，为了行动方便，就一直住在郊区别馆。啊，还有啊，如果你没有心情吃饭的话，你大可随姚思成回大牢里去。姚妃，你是姚妃！大胆，敢对太子妃无礼！无妨无妨，我以前确实做过不少错事，百姓怕我也是应该的。别，放过我！你有妖法！太子妃，是卑职的错，我定会让监察司早日制止谣言。就算你把监察司所有的人都叫过来，就能堵住百姓的嘴吗？再说了，姚思成，我是不是妖妃这件事儿，恐怕你自己都不太能确定吧？走吧。那个，这个，这太子府的饭菜是真香啊！秦希月，你不是没有心情吃饭吗？你没听说过一句话呀，叫做“工作再忙也要好好吃饭”。太子殿下，恕卑职先行一步，
要返回监察司查找证物。依照律例，太子妃也必须随卑职回去。不愧是姚天啊，忠勇刚正。我且问你一句，1个月之前，太子妃可有作案动机？没有，太子妃与司徒莲相识尚不足1个月。所以呀，这个司徒莲他表面上是死于诅咒，但其实呢，他1个月之前就已经找人订好了窗户。这说明什么？说明他1个月之前就已经受到了威胁。不管呢，说这威胁是来自于鬼神，还是来自于某个人，那我的嫌疑无非就是因为当晚有人目击了我在那个犯罪现场，坊间传闻我被妖孽附身，那还不是因为我平时品行不端正，百姓才会相信的吗？没错，行凶者在1个月之前就已经制造好了谣言，正好太子妃10几日前大闹了仙阴坊。太子殿下，司徒莲姑娘说还是在房间等您。啊，太子妃，把他带下去，打死。是，住手！为什么住手啊？带走！太子妃饶命！他只是个传话的，有什么错？我愿意教训他，把他打死是给他颜面。下面那个传话的可就没这么轻松了。当日，仙阴坊人员嘈杂，肯定是有人知道太子妃与司徒莲交恶，所以就顺势而为，嫁祸给了太子妃。所以说呢，当下最紧要的还是要先找到吴三。吴三恐怕只是个小人物。当天司徒莲约我去他的房间，说是有一个极其秘密的信息要告诉我，8成是跟父皇委托我调查市场物价有关。司徒莲应该是被灭口的。卑职明白了，姚天定将全力搜捕吴三。卑职告退。人倒是个好人，就是有点轴啊。他是在恒国出了名的刚正不阿，品行端正，所以这么年轻就当上了司城。走吧。去哪？回房睡觉。睡觉？你究竟是谁？我是秦希月啊，我是谁啊？我与秦希月自小就认识，成婚也1年有余。验尸破案不说，他就连100以内的算术都不会。况且，我与他成婚，从来都是分房睡，他从来都不会进我的房间。若你真的是秦希月，今天在街上的那个百姓，恐怕现在已经是遍体鳞伤了。说，你到底是谁？我就是秦希月，那是以前嘛，以前。我现在我重新改过，悔不当初了我。那人都有犯错的时候，不是吗？秦希月悔过，哼，这恐怕比你会妖法更加让人难以置信。你不信算了，我回去吃。不必了。在我没有相信你之前，你不能离开我的视线。你要干嘛？我关灯睡觉啊。不熄也能睡。不熄灯怎么睡啊？我睡不着。哎，总之不行。我熄个灯怎么了？倘若一熄灯，就有人知道我就寝了，万一有刺客怎么办？事儿可真多。那我睡觉去，我困了。
怎么回事啊？啊，你怎么了？你怎么了？你等一下，我去给你叫人。别走。太子殿下，太子妃，蜡烛怎么灭了？那你继续。啊！辗转之间，刻骨了爱你的无限。听落雪，听缘分也在哽咽。这是什么呀？娘，你看这是什么？哎呦，我来解，我来解。快跑！太子妃，您慢用。太子妃，这是按照您给的方子做的菜。曼雨，你也太有天赋了吧！我才跟你说了1遍，你就做出来了。哪有？还不是太子妃的菜谱写得好。你上哪儿去啊？坐下一起吃呗。啊，太子妃饶命啊！曼玉不敢做，曼玉不敢忘了自己的身份。曼玉，你干嘛呀？赶紧起来，起来，起来！太子妃，你就饶了曼玉吧。不是，曼雨，你看看我，我不是从前那个太子妃，我跟她不一样。你别跪了你，以后咱俩就是好姐妹好吗？曼玉怎么敢？曼玉不敢。不是你起来说话，你下去吧。这什么呀？这个呢，是我让曼雨做的煎饼果子。太子殿下，太子妃，姚思成派人来报，吴三找到了。姚思成，这就是发现尸体的人，怎么是个小孩？吴三的尸体就是这个小兄弟和他的娘发现的。我且问你，你是何时发现的尸体？卯时。好，多谢小兄弟。来，你过来，把小兄弟送回家。让让。太子殿下，太子妃。随意，把警戒线拉起来，不要让围观的人群破坏了现场。警戒线？让他们把腰带解下来，系起来围成一个圈，让群众退到圈外去。是。你们3个把腰带解下来，系起来，往后退。是。后退。你是从哪里学的警戒线？我梦里学的。鼻腔里有泡沫，眼结膜与典型出血，皮肤皱缩发白。溺亡的。确定是生前溺亡，不是死了以后被人抛尸的。口鼻处有蕈状泡沫，泛痒泛白，嘴唇冒青。还有你看，他手里抓着水草，鼻孔里面还有泥，应该是生前挣扎的表现。看来是凶手在他溺亡之后装到布袋里，顺着河水飘下来的。
太子殿下，太子妃，都是卑职的错，还是让人抢先了一步。你无需自责，这恰巧说明我们调查方向是对的。你能看出死亡时间吗？大约6个时辰。孙一，你叫人把尸体抬回殓房。是。太子妃，您这带的都是什么呀？尸体身上有大量的细菌，为了安全起见，我做了防护措施。来得太匆忙了，就只让曼玉准备了这些。您这都是跟哪儿学的呀？这与我之前所见过的仵作大有不同。对啊，之前也没听说你当过仵作。我从小就想当仵作呀，所以我拜了一个老仵作为师。只不过后来被我爹发现了，他觉得我们没出息，所以就不让我学了。是打斗留下的。姚思成，这应该是被会武之人所伤。我不懂武功，你来看一下。行刺之人内功深厚，武功高强。那就不排除这个吴三是被人打伤之后失去了反抗能力，然后被推下水溺亡的。草药的味道。这只手也有。这个吴三是个什么人啊？哦，我查过他，吴三应该是个化名。姚天，你现在派人去查查这几年朝廷的通缉人员，或许是逃犯。还有，会医术和懂药材的都要查一下。咱们先去一趟吴三的家。是。主人，他们已经查到吴三了，我们接下来该怎么做？那就让知道这件事的人消失得干干净净。是吴三家，不好！下一个可能就是仙衣房的那个丫鬟。快走！怎么样？还有救。太子殿下。卑职无能。那人似乎很熟悉附近地形，3绕2绕就不见了。你不用自责，等这个丫鬟救醒了，我们自然有办法再见到她。太子殿下，老臣已然尽力，可是此人所中之毒，老臣生平未见，怕是无力回天呐。知道了，下去吧。是。中毒。对呀，我怎么把他给忘了？太子殿下、太子妃、姚思成，午膳已经准备好了。你来的正好，正要去找你呢。你快看看，你对此毒可有了解？噬心蛊。噬心蛊。曼雨，你还会医
术呢？这都是我5、6岁的时候就会的了。此乃南疆一种罕见的蛊毒，价值千金，杀人于无形。好在中毒未深，尚可化解。不是，你不是我的陪嫁丫鬟吗？太子妃怎么忘了？奴婢家里世代行医，家里从小就教我食药辨毒之法。只不过，爷爷为了报答丞相，便把我送到你身边做丫鬟了。他爷爷就是名震天下、医毒双绝的毒手药王。不做神医做婢女，有钱任性是吧？曼雨姑娘，既然你认得此毒，可有解毒之法呀？以银针放血，药浴辅之，不出3日便可解毒。只不过南疆的蛊毒极为阴狠，一旦进入人体，就会成结晶状，除非常年服药，否则无法根除。结晶。多谢太子殿下救命之恩，民女没齿难忘。免礼。这位姑娘，你可是知道什么跟司徒莲有关的秘密？各位大人，民女就是个打杂的，我什么都不知道。不知道就不知道，你慌张什么呀？明显就是知道。是，你还不如实招来。这位官爷，我真的什么都不知道啊。罢了，我看你担惊受怕的样子，想必你是真的不知道吧？回去吧。太子殿下，就这么放他走了？没事啊，让他走吧。就这凶手啊，没杀人成功，肯定在仙衣房等着他。这姑娘可怜了，回去之后啊，可能得好好的跟那个人斗上一番了呀。各位大人救命啊！民女不想死。那就好好回答太子妃的问题。是。那天我给司徒姑娘收拾房间，发现了一张没有烧干净的安胎药方。在那之后不久，吴三就总去找他的麻烦，两人常常争吵，但吴三都会让我们留在楼下，他不让我们停。之后司徒姑娘貌似中邪了，有一天她起床后流了好多血。那段时间她好像有点疯了，整天说屋子里有鬼，还让人把窗户都钉上，也没有演出。司徒莲，司徒莲，谁啊？司徒莲！司徒莲！他的身体越来越差，直到太子殿下去的那天，司徒姑娘上台前突然找到我，给了我一些钱，说如果太子来了，就趁着大家都注意他表演的时候，让我借送茶水的机会，给太子爷传句话。你对这个吴三了解多少？吴三他是我们掌柜的，但不常见。他会武功吗？哦，他说过他会。有一次他喝醉了跟我们讲，他年轻的时候可以飞檐走壁呢。还有呢？啊，我想起来了，他还懂医术，会刑针。刑针？重验2具尸体。曼雨，你跟我走。曼雨姑娘，你要是不舒服，我可以陪你去外面等。没关系，我能忍住，还是帮太子妃要紧。曼雨，你看一下，这可是南疆蛊毒所制的结晶。正是，但这个和小二身上的不同，此为忘忧蛊，
是一种能使人产生幻觉、逐渐迷失心性的蛊毒。产生幻觉。确有落胎的迹象。司徒莲应该是怀孕不久，又受到惊吓所导致的滑胎。只是这幕后之人，如果只是要打掉司徒莲的孩子，那他做的这一切似乎不合理啊。莲儿，跟你说过多少次了，要乖乖听话。好的，我知道了。我不会亏待你的。曼雨，你看一下，这是否也是蛊毒所致的伤口？这个应该不是。若不是蛊毒所伤，那这伤口红肿不退，可能是有异物。半截针。我知道了，这就是普通用来针灸的银针，应该就是吴三杀死他的凶器。那这个吴三一定是擅长用针，他把这根针扎入了司徒莲的体内，但不会立刻发作。于是他等到司徒莲去世当晚，扮鬼吓唬司徒莲，趁机把这根针推入肺中，这才使他立刻丧命。因为是窒息而死，所以死状跟吓死是差不多的。所以假扮你的那个人就是吴三，因为他要让街上的人都看到当晚是你出现在仙音房的。这是姚司成。咱们当时在吴三的房间也发现了一些白色粉末，你去问一下，可有查出什么端倪？是。你之前说在吴三的手上闻到药味，加上他会用针的线索，以此推断，他迷惑司徒莲的蛊毒和试图杀害丫鬟的蛊毒，都是出自他的手，对吧？不会。这个吴三看上去只是寻常的一个青楼掌柜，这两种蛊毒极为难得，施展一次就要耗费千金，不是他能用得起的。那想必是他背后还有别人，只是为何要杀死司徒莲？难道就因为她怀孕了？或者说司徒莲知道什么秘密？两种结果都有。能用得起这种蛊毒的人，不是达官显贵，也会是富商巨贾。司徒莲与这样的人交往，导致怀孕，很正常。而且长期交往，他肯定会知道他许多的秘密。于是司徒莲便以此为要挟，想保住这个孩子，但是那个人肯定不会同意的。所以落胎之后，司徒莲心生报复，想去找你报信，拼个鱼死网破，可最后却落了个被灭口的下场。有结果了，白色粉末是干涸的鱼胶。另外，我们在吴三的床下还发现了一大管丝线。你们先去仙音房，我去取酒来。鱼胶，密室，我明白了，原来是这样一个简单的机关。
姚思成，姚思成，参见太子殿下。这是太子。哦，我知道了，吴三就是这样扮演太子妃的，再加上晚上夜色阴沉，根本就看不出来啊。没错，所以就连这个密室我也想明白了，吴三这个贼人，趁着司徒莲不在房里的时候，将这个锁鼻拆下来了，还有铆钉他也拆下来了，然后沾上鱼胶，这样的话，就算司徒莲将门拴住，他只用力一推，门就打开了。吴三行凶之后，将这个锁鼻重新装了回去，然后用丝线缠上，拉到门外，然后用力一拉，把门带上，最后用火把丝线给烧了。上次我在地上发现的那些黑色粉末，应该就是他烧丝线留下的。如果吴三是这样假扮太子妃的，那他又是如何在众目睽睽下飞走的呢？姚思成，你还记不记得上次在吴三家搜到了大把的丝线，还有那个露台上木栏杆上的划痕？我之前就不明白，这个吴三如果只是用丝线来拽门的话，为什么要留这么多呢？现在看来，他是用天蚕丝拴在木栅栏上，然后将另一头拴在远处，趁着夜色沿着这个丝线一路滑行，给人造成一种他会飞的假象。太子殿下，太子妃，二位的推断鞭辟入里，在下犹如听了一场大戏。姚天在此，谢过殿下和太子妃。不是你个大木头，你就谢我们两个吗？哦，姚天谢过曼雨姑娘。太子殿下，最近几日据阿武的调查，彭国境内多个地区物价翻涨的厉害，此事是否要上报给皇上啊？物价上涨之事已经有眉目了，你切记啊，要秘密调查，不可打草惊蛇。背后之人来头肯定不小。是，属下明白。阿武，下来泡吧。啊，属下不敢。没关系的，都是自己人，下来吧。是。对了，姚天，你觉得太子妃最近是不是不太正常？这，你是知道的，太子妃之前性格特别暴虐，对手下的人十分不好，现在好像跟换了一个人一样。姚天不敢妄言，但太子妃最近突然学会了验尸，还会推理案情，我一直百思不得其解啊。是啊，不仅变得十分聪明，而且对老百姓也十分友善。他居然还会教曼雨做饭。太子妃能够及时改过自新，是百姓之幸，也是恒国之幸啊。只怕是没有那么简单呢。你为什么会变成现在这个样子？别说你改过自新，我可不信。我是从另一个世界来的。你戴的这是什么东西啊？眼罩啊！你不是说你怕黑吗？开灯我也睡不着，只能自制一个眼罩啦。谁说我怕黑了？对对对，你不怕黑，你呢就是怕刺客而已。
大早干嘛去？怎么一大早发现我不在，担心我呀？少臭美了你！我是担心你无福享受我新研制的早餐。今日我已向父皇请旨，还你清白。谢谢你。太子殿下，姚思成，你来了，没吃饭的吧？一起吃。哦，谢过太子妃。太子殿下，这是今早有人交给监察司的。可看清楚了送这东西的人长什么样子？没有。看来送这个东西的人不想暴露信息。姻缘符，司徒莲的。司徒莲，该不会是他给那个男人求的吧？哎，姚思成，你可知道这姻缘符出自哪个佛寺或是道观吗？这个我还真不知道。但若是说求姻缘，还是那姻缘树最为灵验。姻缘树，这么清楚？去过？我可没去过。姚思成好，今天来的有点晚啊。姚思成好。姚思成好。哎，王叔。姚思成，不是说没来过姻缘树吗？怎么大家都跟你这么熟啊？哎，刚刚路过的时候，那小狗都朝你多喊两句。来这棵树的人大多心有愿景，所以会求一块牌子挂在树上。据说这块古树很灵的。太子凌轩。这看来想嫁给太子的人还真不少呢。太子妃，你是不是吃醋了？我才没吃醋。哎，大家快来看，这谁呀？这不姚思成的吗？姚天，你大可放心，以后本太子一定给你找一个好姑娘。谢过太子，但耀天相信，缘分天定。你看，都写了名字，就这块牌没写名字。连庄向月明，儿女心相惜，情缘忆往事，风雨来世情。藏头诗，莲儿，秦风。秦风？不会吧？秦风是谁啊？你们这么惊讶干嘛？你连你兄长都不认识了？当今丞相之子，从小对你最好的秦风。我哥？怪不得呢，怪不得他要司徒莲把孩子打掉，原来是怕污了自己的名声啊！这个渣男，我回家找他去。等等，此事尚未定论，稍安勿躁。这还不能说明啊？他堂堂一个丞相之子，怎么可能让一个青楼女子给他怀孩子呢？又不是什么顶流，还不敢说出来，算什么男人？可秦侍郎和司徒姑娘有私情，也不能说明秦侍郎和他的死有关啊。我去问问他不就知道了？他堂堂一个丞相之子，小声一点，这里人多，我们去旁边说。秦侍郎的确符合我们的推断，但是现在证据不足，
尚不能定论。你不敢问，我去问。没有说不问，要讲究方法，怎么问？我就问他呀，你为什么要始乱终弃？你有没有想过，倘若我们推断的不对，错怪了秦侍郎，惊动了丞相，到时候该如何收场？太子殿下言之有理，秦侍郎现在是有嫌疑，但不足以下定论。那更要去问了。现在这块牌子就是唯一的线索，秦风又是唯一的嫌疑人。这样，自从你出事以后就没回过娘家，我们打着探亲的名义侧面打听。好，有道理。等等，又干嘛？记住了，不能鲁莽行事。明白了。秦希月，从小到大，你我兄妹感情最深，你现在怎么了？竟然怀疑我杀了人，还当着我的面来问我，你太让我伤心了。你就说是不是你吧。哎，希月，太子殿下，你不用拦着他，你让他接着问。反正我又没杀人，我就全当没这个妹妹。不是说让我来问吗？现在搞成这个样子。那个秦侍郎，你消消火。希月呢，也是破案心切，所以说的话有点冲，你就别跟他计较了。查案子是你太子妃该做的事情吗？你从小就为非作歹，本以为你嫁给太子，兴许能收敛一些，没想到还变本加厉，还胡乱冤枉到兄长头上来了。你想想，前几日你被人冤枉要砍头的时候啊，是什么滋味？好了，秦侍郎，我们也是看到司徒莲的姻缘牌上的确有你的名字，过来也是想找你问线索的。如果真的是怀疑你，那过来的就不是我们俩了，而是姚司成。没错，牌子上的人是我。我与莲儿是真心相爱的，只不过我们门不当户不对。父亲已经帮我安排了兵部尚书徐鼎、徐大人家的亲事，我也刚当上兵部侍郎，还有着大好的前程。这个时候，莲儿她怀了身孕，我总得顾及秦家的颜面呢。渣男！你说什么？我说你不是个东西。哎，你凭什么骂我？当初父亲让你嫁给太子的时候，我心疼你，你是怎么说来着？我们的婚事注定身不由己。你现在反过来还骂我？那是以前秦希月说的，又不是我说的。那个司徒莲后面的态度呢？莲儿她想让我帮她赎身，可父亲不同意，叫吴三安排给莲儿小产，并给莲儿一笔钱，让她远走高飞，安稳度日。你这人也太恶心了，居然亲手杀死自己的孩子！我能做得了自己的主吗？你这就是甩锅，你明白吗？你推卸责任，懦夫渣男！你再说！我就说怎么了？你再说！我就说你。希月，你还想不想查案了？查呀，当然要查了。好，那你就别生气了。你又不是不知道你父亲什么性格，古板又爱面子，让一个青楼女子进家门，断然是不可能。不过，如果是因为这个事情杀一个弱女子，我倒是觉得他不至于。没错。所以呢，从一开始我们的方向就错了，让司徒莲堕胎和要杀死司徒莲根本就是两码事。想必是想杀他这个人，不想让他给我报信。他要举报的话，他不去监察司找你做什么？那如果这个人监察司管不了呢？难怪呢，我从这一开始我就觉得，如果只是怀孕的事情的话，不至于这么大动干戈吧？要把所有知情人士都灭口，还是得把给姚天送信的那个人找出来，他是唯一的线索。既然他不想露面的话，我们主动找他。你说的容易，上哪儿找去？
你有没有想过，他既然知道司徒莲这么私密的事情，想必关系不一般。今天晚上是司徒莲的头七，你说他会不会去祭拜司徒莲呢？聪明，来韩国这么久，还没好好逛逛呢。哎，刚才那个你看到了吗？好漂亮啊！你看，好漂亮啊！曼宇，有糖葫芦啊！你吃吗？不用不用。几位是来买布的？我是刚好新到的绫罗绸缎。哎，老板啊，你这儿有没有黑布啊？黑布？越黑越好。越黑越好。您看这个够不够黑？这可以，就这个。老板，这个，还有那个，这几匹包起来吧。不用这么多，这多浪费啊！只要你喜欢，这条街不都是你的吗？这个数又涨价了。没办法，物价天天在涨，不但我这儿涨了，整条街的布匹米面都在涨，不涨价如何吃得上饭呢？没关系，按这个价都包起来吧，老板。好嘞。走，我们去前面看看。哎，安总啊。你这是在做什么？不是，曼野做的东西太好吃了，我的小肚子都出来了。你都这么瘦了，也不用减。不行，我起不来，你帮我把腿按一下吧。你按在这儿，那这样按住这里，对，按起来啊。不行，不是，我还要接着运动呢，我这。继续啊！不行，打住，咱们还有正事要做呢。这个时辰是不是太早了？咦，你想什么呢？我说的可不是那个事儿。不是要去仙人房的事情吗？仙人房？哎，是，我说的就是这个事儿。我们这样会不会看着很奇怪？走。哎，这么黑也不说打个灯笼啊！咱们是来偷偷做事的，又不是打个灯笼不被人发现了。咱们是暗访，再说了，我们这打扮的比做贼这更不像贼啊！咱们一起到仙人房的后院。来。
对不起，我也帮不了你。莲儿，对不起，吴三他死了，也算是替你报仇了。别来找我！不是我，如意。如意，不是我，不是我。如意，我死得好冤啊！是你们俩，你不要叫我！如意，我就是莲儿，你要替我报仇啊！我这不是替你报仇了吗？谁是贺成啊？他就是之前喜欢你的那个。那你之前怎么不跟太子说呀？太子妃，贺成是太子妃奶妈的儿子。如果我说出了贺成，太子妃肯定会包庇他。谁说我会包庇他的？你知不知道，你知情不报会让凶手逃脱的。太子妃饶命！你跪什么呀？你起来，起来说。如意姑娘，你大可把你知道的全都说出来，我们不会徇私包庇，定会秉公执法的。莲儿怀孕后，秦大人不肯娶她，还逼她把孩子打掉，莲儿很伤心。莲儿，既然你决意要留下这个孩子，那我去跟吴三说，我给你赎身，娶你，然后养大这个孩子。不，此生我除了秦风，谁也不嫁。你有你的人生，不必为我牺牲这么多。我劝莲儿答应，因为这是脱离苦海的好机会。可是他说，贺大人是好人，不能欺负好人，所以他拒绝了。这下可把肚子里的话都说完了？都说了，我知道的都说了。如意姑娘，你拿着这块玉佩去见查司，他们会保护你的。嗯。贺成现在还没落网，他知道了你和司徒莲的关系，恐怕会对你不利。谢谢太子殿下。曼月，这是什么？太子殿下，这是一早惠妃娘娘给您送的生辰贺礼。那为何不叫醒我？惠妃娘娘特别交代，太子忙于国事就不必谢恩了，说是3日后，陛下为太子准备了生辰宴，到时候再谢恩也不迟。这么傲娇，你该不会是处女座吧？你在说什么呢？我怎么可能是？大哥，你想啥呢？大哥，我说的可不是那个处女，是星座，你明白吗？对了，太子殿下，曼羽也给您准备了一份生辰贺礼，虽然并不贵重，但也相当难得。这是药神谷独家培育的凝烟虫，曼羽想大家以后查案难免会遇到危险，到时候只需要捏破这虫子的外壳，就会释放大量的烟雾，足够逃命了。哇，真的会冒烟！
呀你呀！多谢曼玉了。这药神谷的东西果然是神奇，本太子自保还是有余的。这东西留给你吧。少嘚瑟了你！本太子妃可是有功夫在身上。不跟他说了，大爷，我带你去个地方。哎，不是，你们去哪儿啊？这是。卖糖葫芦喽！卖扇子，上好的折扇啊！客官，来点糖葫芦吗？卖扇子啊，上好的折扇啊，各种款式都有啊！啊，来看一看。姑娘要灯笼吗？10文钱一个。放这上吧。哎，您看。糖葫芦，来看一看啊。这个。曼爷，来。哎，姑娘，看一看，选一选。原来是要给他买扇子啊！我看他平时老拿一把扇子在手里，再加上呢，这个用来测生日礼物挺好。我上次把他扇子给撕坏了，怪不好意思的。哎，我看这个就不错，夫以《诗经》，尊笔汝焚，讲述的是妻子对丈夫的思念之情。不行，这也太恶心了，这一看就不是我说的话。这个好。太子妃，这是你和太子吗？为何看起来模样有些奇怪？这个呢叫做 Q 版，萌萌哒。什么 Q？ 什么哒？不告诉你。贺公，你怎么来了？贺公谁？是贺成的弟弟。你哥在哪？太子妃，贺公无礼，但实在是情况危急，我才出此下策。有人要杀我哥。什么人？我不知道，但是我知道前几天死的那个花魁司徒莲，他在死之前给我哥一包东西，说事关重要，让我哥一定保存好。可是没几天，我哥就被追杀了。他听司徒莲说过，如果遇到危险，就去求救太子，所以我今天特意来找您。东西在哪？就在城门外的一个小茅屋里，这几天我一直藏在那里。这样，我跟你去拿东西，你带路吧。是。我回去找太子，让他到城外小茅屋来找我。太子妃，速去。有贺成的下落吗？城里城外都搜过了，贺成家很久没有住过人。有消息传他已经出城了。出城了。再多派人。贺成现在是唯一的线索，不能让坏人抢先一步。遵命。太子殿下，姚思成，你怎么一个人回来了？太子妃呢？我们在路上遇到了贺成的弟弟贺公，他说贺成现在很危险，要请太子妃见面详谈，有重要线索呈上，就在城外的茅屋。太子妃随他先过去了，让我回来叫你一起去。城外茅屋一带，我们早就搜过，根本没有贺成的线索。不好！太子妃，就是这里了。我在门外替你把风，我哥就在里面等你。贺成，太子妃，别怪我，要怪就怪你知道太多了。
贺成，谁在哪儿？贺成，你为何抛下我？莲儿，53已死，我已经替你报仇了。可是我在下面好孤单呀，要不你下来陪我呀？过来陪我，过来，来嘛。莲儿。禀告姚司成，贺成找到了，不过已经死了。死了？怎么死的？死在哪儿？刚刚接到子时县县衙的消息，子时县昨晚发生了一起女鬼索命案，死者正是贺成。子时县县衙不敢妄断，连夜差人进京汇报。女鬼索命？你速带人前去，在我和太子去之前，不可轻举妄动。是。哦，对了，把太子妃的那个警戒线带上。是。女鬼索命。太子殿下，药熬好了。我来吧。太子妃脉息虽弱，按理说服药1天后也该苏醒了。都怪我学艺不精。曼玉啊，你也无需自责，西月会没事的，下去吧。是。太子殿下，姚大人来了，说有要事。让他进来吧。是。太子殿下，太子妃情况如何？还是老样子。说吧。回殿下，贺成死了，死在子时县，县衙来报说是女鬼索命。看来还是让他们抢先一步了。您的意思是，女鬼索命只是个幌子？鬼神乃虚妄之说，怎可相信？想必是那幕后主使为了杀人灭口做的弄虚作假的把戏而已。小天，你先去，这边西月还需要我照顾。是。太子殿下，姚大人，进来说。太子，最近几日米价涨了3倍，盐价跌了1半，布匹和柴炭也都翻了1倍。太子殿下，您觉得是何人在搞鬼啊？物价波动，就连我父亲都受到了不少冲击，连姚大官人都受到影响了。是，父亲设立的行业广泛，方方面面都会受到冲击。连姚大官人这种级别的商贾都受到影响的话，那用不了多久，便会动摇国之根本呢。看来，自从西月遇刺，贺成死了之后，他们又开始肆无忌惮了。还有什么要说的？属下找人打听了一番，好像牵扯到朝廷里的人。那是自然，要扰乱民心，必然会里应外合。你继续查，不管牵扯到谁，给我一查到底。是。小天，你记住我说的。等西月好一些了，我就立刻前往子时县。是。
杨思成，姚大人，曼雨姑娘。姚大人，曼雨有事相求。曼雨姑娘，请说。我想跟你学武功。学武功？嗯。这是为何呀？我要是会武功，这次就能保护太子妃了。曼雨姑娘，习武乃是男子该做之事，况且曼雨姑娘精通药理、毒物，姚天望尘莫及。此次之事乃是意外，今后姚天必定派遣3、5好手，保护太子妃的安全。姚大人此言差矣，女子怎就不能习武？这分明是瞧不起女子。再者，太子妃千金贵体，若是身边有3、5好汉，这成何体统啊？曼雨姑娘教训的是姚天思虑太少了，只是一来习武辛苦，二来在下尚有要事在身。没事，我不怕辛苦，我等你回来。哦，那便依曼雨姑娘所言。太子殿下，快3更了，您吃点东西去休息吧。太子妃由我来照顾。我没事，你下去吧。是。西月，你何时才能醒来？拜太子命令你醒过了。西月，西月，你醒了。你怎么流血了？谁打的？没事，不重要。你现在感觉怎么样？我以为我再也见不到你了。已经没事了，以后你也不会有危险。只是你要答应我，以后不准一个人到处乱跑。嗯，那我还不是……你又不舒服了？曼雨，我没事，没事。我昏睡几天了呀？7天了。7天？那你生日已经过了，我给你，我礼物呢？我扇子呢？哦，是这个吗？是这个，是这个。曼雨在河里面捡起来的。怎么都糊了呀？这可是我花了好大精力才画的。你那天跑出去，就是为了给我买这个？不都说了吗？夫妻之间也是需要小惊喜的。你刚才说什么之间？你分明就听见了。娘子，来，叫一句官人听听。不，那你就别怪我，我可要掀被子了。那我就来了。太子妃，这是您之前教曼雨做的皮蛋瘦肉粥，您尝尝。哎，小心烫。
太子妃，您可算是醒了。您要是再不醒啊，太子就要累晕了。这几天为了照顾您，都没怎么合过眼。好了，曼雨，你下去再看看其他菜好了没有。是。对了，你有看清楚那几个人长什么样子吗？除了贺公之外，那个人蒙着面。我想起来了，那个人的右肩上有一块淡青色的胎记。只可惜还是让他们给跑了。不过，从市场上这几天物价变化来看，应该跟他们是脱不了干系的。走，咱们去紫石县。去可以，但是你得保证，不准离开我的视线。我知道了，我保证不再这样了。从我醒来到现在，你都让我保证多少遍了？我保证。太子妃，曼雨要跟您一起去。姚思成答应我要教我学武功保护您，我怕日子久了，他就不认账了。好，咱们一起去啊。太子殿下，太子妃，情况怎么样了？尚未发现什么异样，只是这贺成的死状有些蹊跷。曼雨，工具箱拿来。去传证人。是。把尸体带去殓房。是。没有明显的外伤，死亡时间大概是昨夜，距现在4到6个时辰。曼雨，打更人是什么时候发现的？子时。那应该差不多。细小的地方我也检查过了，没有类似于针孔这样的小伤，具体的结果恐怕要等到解剖之后才能知道。太子殿下，参见太子殿下。刘二，我问你，当晚是什么情况？那天夜里，我刚打完3更的锣，就听见水波家附近有悉悉嗦嗦的声音，我以为是闹贼呢，我就过去看了看，结果我看见了一支送亲队伍，那轿夫那都是纸人，边走还边撒钱呢，还看我呢。虽然说我们打更人经常碰见一些怪事，可这么怪的还真是头一回。你放心，我既来此，便代表的是天家威严。还请您替我们做主啊，太子殿下。本太子小时候曾得一人教授仙法，什么鬼怪都能除掉。死者的心脏和脑部都有明显的充血迹象，这么看来，他应该是因为过度兴奋导致的心脏衰竭而亡。过度兴奋？贺成来此处是为了躲避追杀的，有什么值得开心的事啊？不一定非要什么事儿，药物也可以让人兴奋，甚至是发狂。也对，光是我知道的就不下几10种。可是太子妃，不论是什么药物，
死者生前都会十分的痛苦，绝不会像现在这样面带微笑而死的。那就更对了，说明这种药物不仅可以让他兴奋，甚至还能让他产生幻觉。他一定是在死前看到了什么让他特别开心的事情。曼雨，这个可是蛊毒结晶。这是从他鼻腔和肺部里面取出来的，那说明他就是吸入了这种蛊毒而死的。这还是噬心蛊，只不过这比杀死司徒莲的还要厉害得多。这是经过多次炼制而成的，也就是说，司徒莲的那种还需要混在饮食之中，而这种已经化成毒液的，便可变成烟雾散发出来。人一旦吸入之后，毒发也会更快、更猛烈。可是我记得你上次说，这种蛊毒一旦炼制便要花销千金，如果炼到如此纯度的话，岂不是要更贵？那是自然，只不过想不到世上居然有人能如此精通炼蛊之术。棋局，姚思成，你们可有翻找到棋谱一类的东西？有一本，孙毅。没错，这就是破解棋局的密码本。这里面记载了很多的棋局，但是这一页明显翻看的次数最多。咱们可能要重新推演一下这盘棋了。来，我陪你。好。炮2进7，车7进1，炮4平3，车7进3，车2进8。这是什么？这是官盐的进货清单。盖戳人是户部盐政官吴世正。吴世正有这清单和盐引，也不足为奇啊。只是这司徒莲为何会向我举报呢？除非涉及私盐。参见太子殿下，参见姚司成。吴世正吴大人呢？回太子，姚司成，吴大人前天下午便离京巡盐矿去了，大约2、3日便回。即刻召吴大人回京，我们要。无碍。我们本是路过，想找吴大人闲聊几句。若是不在家，我们改日再来便是。走吧。太子殿下，我们刚刚要问吴世正私盐的事，您为何那样说呀？吴世正巡查盐矿本是正常之事，只是现在不是月首，也不是月末，你不觉得蹊跷吗？您的意思是？你刚刚严厉的语气，恐怕已经打草惊蛇了。啊，那我是否要去盐矿，让他回来问罪啊？不必了，现在证据还不足，以后再说吧。是。
客官，您的晚饭到了。客官，我进来了。死人了！死人了！太子妃，您吓着曼云了？不是，一个人在这傻乐什么呢？没什么，没什么。我看你这个表情吧，谈恋爱了。恋爱？就是说，有心上人啦？没有没有。啊，没有没有。没有，没事啊。我来告诉你一个消息，礼部尚书的女儿好像马上要跟姚思成定亲了。啊？什么时候的事儿啊？给你炸出来了吧？喜欢聊天是不是？很明显吗？我又不瞎。那你天天的往那个监察司跑，姚天来太子府吃饭的时候，你招待的比谁都热情。我去监察司是为了跟姚天学武功，以后好保护您啊。学武功是吧？阿武也会武功，怎么不找阿武学啊？你因为什么呀？哎呀，你喜欢就喜欢，害羞什么呀？你既然喜欢他，你就要光明正大的去跟他表达。可是他可是姚思成，曼语与他身份地位悬殊。你说什么呢？姚思成怎么了？你可是药神谷谷主的孙女，你这上得了厅堂下得了厨房的，配他个木头还不绰绰有余啊？真的？你放心，本太子妃给你做担保，别怕，你大胆的去。那我应该怎么做啊？怎么做呀？大家不都说要抓住一个男人的心，首先就要抓住他的胃。事情就是这样。怎么都闷闷不乐的？发生什么事了？市场的情况比想象中的更糟糕。不错，百姓在围攻衙门，商户们也已经很久没有开市了。啊！而且还有人私自把官银的盐引售卖给商户。吴世正干的吧？应该跟他脱不了干系。若光靠他一个人，他做不到。这是何物啊？啊，这是饼干。吃的？哦，一定又是太子妃的奇思妙想吧？我尝尝。哎，你别吃了，一会儿吃饭的时候你又该吃不下了。你吃，姚思成，你尝尝，这可是曼语特地为你做的。是吧，曼语？都是太子妃做的，我曼语姑娘怎么了？味道还可以啊。两个大木头。父亲，您这次远行归来，可有什么收获吗？收获不敢说，
只是在下这次游历了各国的集市，倒是想出了一个救市的方法。哦，姚大官人，但说无妨。眼下市场物价混乱，倒不如把粮食、油、盐、炭火、绸缎等各种民生物资集中在一个集市里面，由朝廷统一管理，合理定价，这样就能起到稳定市场物价的作用。短时间内就能平抑物价，从长远看，还能给朝廷增加税收。只是这计划听起来过于庞大，不是一蹴而就的事。不破不立嘛。在下纵横商场多年，恕在下直言了，眼下恒国的经济已经烂到了根，朝廷虽有雷霆手段，却腰不对正。那是自然，管理经济还是得多请教姚大官人才是。这样，依我看，咱们找个地方作为试点，若是失败了，就地解散；若是成了，咱们就将此办法推广到恒国各地。只是这试点应该放在何处？姚大官人可有建议？不妨设在恒国和安西国的边境。如今两国交好，集市建成，也能促进两国的贸易往来。这安西国与恒国的边境太过遥远，朝廷不好管理啊。是啊，父亲，边境离京城日夜兼程赶路也要2天1夜呢。管理并非难事，可派一名户部理事驻守，边境大将军亦负责集市的安全。在下之所以想把试点设在边境，就是因为集市会远离京城，如果试点不成功，也不影响朝廷的核心。言之有理啊！不愧是恒国的第一商国。此事重大，明日早朝后，我便向父皇禀报此事。那就等着太子的好消息了。老夫先告辞了。太子殿下，我先送父亲回府。去吧。谁啊？那是？哦，姚天的父亲，恒国第一商国，富可敌国。嚯，真的假的？想不到这姚天还是个超级富二代呢。不过我这么一想的话，他倒也还算是配得上我们曼玉吧。配得上？他俩不都是那种如果不好好工作就得回去继承家产的废物吗？比如说，为什么说继承家产的都是废物？因为我怎么跟你说呢？我说的是一些网络用语，我说你听不懂，别问了啊。太子殿下，出什么事了吗？吴世正死了。啊！我不是让你看好他吗？太子殿下恕罪。起来说。我先是去了盐矿，可吴世正并不在矿上。后来我一路打听，才知道他投诉了一家客栈。可我到那儿之后，吴世正就已经死了。去报案的小二说，那家客栈不干净。他说吴世正死亡当晚，他看见了鬼。但当地的仵作说，吴世正确实是自杀的。又是鬼魅杀人，可为什么是自杀呀？哦，我知道了，定是他被鬼魅迷惑了心智，自杀而亡。我看根本就不是自杀，就是单纯的杀人。吴世正的客栈离京城那么远，我们前脚刚拿到线索，消息不可能传得这么快。再说了，他就算要自杀，干嘛跑到荒郊野岭去啊？他一走了之，岂不是来得更容易？事不宜迟，我们立即出发。阿武，你通知当地的府衙，我们没到之前保护好现场。我现在就进宫，向父皇禀报急事之事。你们都各自准备好吧。保护现场，学的倒是挺快。
太子妃，曼雨身份卑微，还是步行相随吧。我跟你说，让你坐这儿你就坐着就行了。但咱俩坐着是不是太挤了？你坐对面去，那儿看着。去，慢点啊。集市一事，父皇很是开心，不久以后就会颁布圣旨。另外，父皇说安西国的使者来京城，他会设宴招待。圣上如此看重此事，父亲也必不会辜负圣恩。姚天替父亲谢过圣上及太子，都是立国黎民的好事，顺水推舟吧。一会儿呢，我怎么说你就怎么做，明白了吗？车夫，等一下咱们行车的时候慢一点啊。太子，姚天，你们俩骑马也怪累的，正好呢，我跟曼雨在里边特别无聊，你们要不一起进来坐呗？上曼雨。哎呀！上。曼雨姑娘，你若是觉得马车里太挤，姚天可骑马前往，你就可以伸展开。啊，我不是，我只是……下官参见太子殿下、太子妃。免礼。谢太子殿下。刘县尉，吴世正的尸体在哪儿？劳烦带个路。太子殿下一路辛苦，下官已备好酒菜。安康县虽是穷乡僻壤，但当地的特色安康鱼还是别有一番风味。不必了，查案要紧。遵命。筋骨断裂，死于机械性窒息，除了脖子上的勒痕之外，没有明显的外伤，甚至没有过多挣扎的痕迹。从外表来看，确实是死于自杀。曼雨，你看一下是否有制毒的成分。是。诸位出去吧，我要开始解剖了。解剖？解剖是啥？就是把死者开膛破肚，查验内脏。开膛？破肚？刘县尉，借一步说话。是太子殿下。刘县尉，这吴世正自杀的客栈是何人开的？太子殿下，安康县地处边境，百姓贫苦，唯有玉顶山风光秀丽，常有游山玩水之人游行至此，他们便私开客栈，补贴家用。县里虽有新馆，
但是奈何人手不够，倒不如让他们自给自足，也解决了他们的生计问题。狡辩！你身为一方父母官，岂可如此懈怠？姚司成，事情也没有你想的那么简单。倘若刘县尉用雷霆手段的话，必然会断了山民的生路，到时候激起民愤，恐怕只会问题更加严重。况且，安康县人手本来就不足，这样已然是最好的办法了。谢太子殿下体恤。刘县尉，可有新的线索？卑职无能，并未查到任何线索。况且此案涉及鬼怪，衙役们也心生畏惧。看管客栈的衙役多有怨言，自然就……既然如此，那便不必查了，把衙役全部撤回来吧。是。太子殿下，这是为何呀？此案真相未明啊！刘县尉，你叫人给我画张地图。本太子要亲自探探这客栈。太子妃，吴世正的口鼻中没有任何药物的成分，你解剖的结果怎么样？与司徒莲和贺成不一样，他的胃里面没有任何噬心蛊的残留。但是不可能，吴世正不可能死于自杀。看你的表情，应该没有找到想要的答案吧？那你也一定猜到我接下来要干什么了。哟，四位客官，是打尖呢，还是住店呀？我们住店，顺便上一些酒菜。哟，四位客官，是打尖呢，还是住店呀？我们住店，顺便上一些酒菜。哦，那快里面请，跟我来。来，快，里面请。快请坐。我们赶了一天的路，都累死了。你赶紧给我们上一些你们特色小菜什么的。嗨，我们这山野客栈的哪有什么特色菜啊？无非就是一些农家小吃而已。无碍，先来点酒吧。小二，上酒。哎，来了。这么点够谁喝？换坛大的。小二，上坛大的。好嘞。好了，没什么事了，你去给我们准备些菜吧。那四位客官请慢用。曼雨，你看一下这酒里面是否有毒。酒无毒。太子殿下，您是怀疑？他不是怀疑，那帮人根本就不是开客栈的。作为老板，我们进来之后竟然不向我们介绍他的特色菜，而且连当地有名的安康鱼都不知道，分明就是不熟悉。而且那几个杂役步履沉重，一个那么精瘦的人扛一大坛却毫不气喘，似乎是有功夫在身。这莫不会是一家黑店吧？刚刚那个老板娘我好像见过，但是我想不起来了。今晚大家都先别睡，以免会有事情发生。以防万一，我这儿有防毒的丹药，大家可以提前服下，可保一夜无虞。
老东西，后面的人可都料理干净了。这个山野村夫有什么难的？他们到了吗？到了，都在里面呢。既然他们想死，那就成全他们。今天赶了一天的路，我都累死了。那你就先休息一下，我在门口帮你看着，有事情叫你。好，哎，你一定要注意安全啊。放心吧。西月，西月，西月，你过来。你怎么过来了？我给你一样东西。什么东西啊？好看吗？好看。特别漂亮，我给你戴上。来，快点戴上。雪，雪，你没事吧？雪，你这怎么回事？我还想问你怎么回事，要不是我刚才赶到，你都被吊死了。咱们的晚饭没有毒啊，而且你也一直在门口巡逻，怎么会？幻术，我好像知道了，吴世正到底是怎么死的？吴世正。装神弄鬼，束手就擒吧！姚思成，你没事吧？没事，快去帮太子。好。说吧，你们究竟是谁？你就是那天刺杀我的那个刺客。我刚在客栈门口看到你就觉得眼熟，说，到底在为谁做事情？胎记呢？我什么都不会说的。好，你不说，你说，谁是你们幕后指使者？说了，我饶你不死。好，我说。通天锁。
西月，在后堂发现了几具尸体，应该就是之前的掌柜的和伙计，他们应该就是冲着我们来的。不错，按照他们现在这个狗急跳墙的程度，咱们应该是摸到他们的命门了。啊，对，你看，这个是吴世正的账本，从他随身携带，还有刚才那帮人拼命的程度来看，这里边的信息肯定特别重要。如此一来的话，那朝廷就可以有的放矢，收缴所有非法盐引了。但是我怎么感觉事情越来越扑朔迷离了呢？你看啊，我们到现在对于幕后之人还是一点头绪都没有。私盐一断，他们一定按耐不住，露出马脚。不过有你在，我有信心的。应该是刘县尉到了，走。主人呢？主人已经知道我们的事，但他还有要事在身，就先离开了。那这信上还说什么？主人命我们杀了吴世正的妻儿。曼雨姑娘的丹药果然神奇啊！才一晚上，我这伤臂便恢复如初了。你别乱动呀！痛楚虽解，但经络血脉的恢复还尚需时日，不可大意的。此处药草稀缺，等回到京城，还需要重新用药才行。曼雨姑娘多虑了，姚天乃一介武夫，受伤是寻常之事，抹点金疮药也就好了。那怎么行？怎么说你这次受伤，也是为了保护我。曼雨无以为报，只能尽力帮你医治好伤了。别放在心上，姚天身为男子，保护女子乃是分内之事。你脸为什么那么红？我没有。真的很红。刘县尉，你命画师按照我说的造像，下发海捕文书。这两个人武功的确高强，我回到京城后会让朝廷加派人手协助你。谢太子殿下。下去吧。是。阿武那边怎么样了？阿武说，吴世正离开的最后几天坐立不安，逃走之前还捎信送给他的妻儿。捎信人说是送到京城的郊外小屋。郊外小屋？不对劲，这吴世正像是突然听到了什么消息，然后紧急逃跑似的。你说他一个堂堂盐政官，妻儿放着这京城府邸不住，跑到郊外小屋去做什么？你跟我想的是一样的。这吴世正养尊处优惯了，就算是逃跑，也不可能是去住郊外的客栈。想必是那个人故意诱骗他过去的。没错，而且那个人还知道，如果说吴世正被杀了，我们一定会去追查。所以呢，在这个什么乡下客栈下手，可比在京城下手方便多了。这样看来，这个人对我们是了如指掌，而且对吴世正也是清清楚楚。如果我是他的话，定不会放过他的妻儿。那现在怎么办？我们要赶回京城的话，少说也得3日呢。放心吧，我已经让姚天快马加鞭将书信送回监察司了。好。太子果然神机妙算，中计了，快撤！兵分2路，
是。太子殿下，姚思成，孙毅将吴世正的妻儿平安带到，只是让那2个恶徒给跑了。无碍，辛苦孙捕快了。这2个人武功的确极为高强，就算是我跟姚思成，也没有十足把握把他们活捉回来。还好能带回他们，也算是十分圆满了。太子殿下，求你保护我女儿的安全。夫人大可放心，本太子定会保你平安。只是夫人也要知无不言，言无不尽才行。好，请听公母。娘，这里是哪里呀？爹爹什么时候回来呀？莲儿乖，你爹他去了很远的地方，有好多年才回来。娘，你怎么了？娘没事，没事，没事。灵儿，姐姐带你去那边玩好不好呀？去吧。夫人，屋里请。好。他刚刚当上严正官的时候，是很正直的，可惜既无门路，也没后台，我们的日子也不好过。渐渐的，他就迷了心智，但我知道，他是想让我们手头宽裕一些。夫人，你可知道是谁在与他做私盐交易？不知道，他从来都不会跟我说这些，但都是些看上去凶神恶煞的人，还有一些说话叽里咕噜的异族人。异族人？夫人可知道具体是哪里人？不清楚，他们说的话我一句也听不懂。然后突然有一天，他就让我搬出府去，说是怕哪天东窗事发，连累我们。我们就拿着他那点月俸，过了1年多的苦日子。我们查过他的账本，他每个月都给管家几千两的补贴。管家？我们没有管家。他在府中的时候，家事都是由我来料理，我们从来没有雇过什么管家。难道说，这个管家有可能并不是真正的管家，他只是一个代号？有道理啊。这吴世正把这些赃款都给了这个管家，自然也就没有钱给家里了。夫人，人死不能复生，但也不能让吴大人白死。您刚才说那笔钱款，他为什么之前不提？因为这次他说，他生意上的一个熟人从京城得知他的事情败露，要拿他问罪，他要暂时躲起来很长一段时间，所以他让我去把那笔钱拿走，还让我开价。果然跟我想的一样。夫人，你也辛苦了，回去休息吧。我想了解什么，自然还会找您。多谢太子殿下。接下来你打算怎么办？收复民心。户部严正官吴世正竟然让人杀了！大家都看清楚了，吴世正贩卖私盐，已经东窗事发。太子掌握了确凿的证据，已经禀报了圣上。圣上有旨，即日起，凡吴世正处购买盐引子，全部作废。主动上缴者免于刑罚，否则与贩卖私盐者同罪。这不浪费了吗？如果给私盐案提供相关线索或者确凿证据者，朝廷有重赏。好，各位不论是商贩还是百姓，都深受私盐荼毒。严查私盐案不是在为朝廷，而是在为您自己。太子说了，
涉事者不论身居何位，官为何职，将一视同仁。说得好啊！那些私盐贩子们的好日子算是到头了。是啊，各位父老乡亲，赶紧回家想想有什么线索可以提供的吧。是啊，对，有线索吧？走吧。自从颁布圣旨以后，就收到了很多的匿名举报信，大多数都是举报秦风的。你怎么看？我觉得不是没有可能。据我所知，秦侍郎在京城有很多产业，而他的吃穿用度大大超出了他的月俸。在京城，这件事是人尽皆知的，可是大家好像因为他的身份，都习以为常。我觉得他没有这个脑子，就算是他也是一枚棋子罢了。朝廷6部都归丞相掌管，您的意思是，丞相？也不是，丞相位高权重，扰乱国家对于秦家来说没有任何好处。那这么多人举报秦侍郎，会不会是因为他私下背着丞相与他人勾结？秦侍郎虽然鲁莽，但是在大是大非上还是拿得准的。明日是丞相的生辰，太子妃会回去，我让他找机会把秦侍郎带过来，我侧面问一下。哎，你轻点啊！嗯。你弄疼我，这儿。啊。哎，这边。啊！哎，你轻点嘛。你再往上一点。谁？曼雨，姚天，你俩干嘛来了？太子妃，原来你们在梳妆啊？安娜，都是我调教的好，谁让他平时老嫌弃我出门慢的？我呢，就让他好好明白一下，一个女人出门到底有多不容易，尤其是古代的女人。自己的女人嘛，再困难也要宠着。是。想不到太子殿下还蛮有天赋的。那当然了，我出门啦。哦，对了，记住我跟你说的。OK。闪开。哥。喜悦，这么晚还没回去啊？回去好好休息，有时间多回来看看爹，他可是很想你的。没问题，你跟我一起回去呗。刚才人太多了，咱都没说上话。就像你平时多喜欢跟我说话一样。说吧，又想干嘛？没事儿，我就是，我真就是找你唠唠家常。太子他太久没看见你了，再说了，你看着外面天这么黑，你就放心让我一个人回去啊？好，送你回去。哥最好了，走。哥，我有点事儿想问问你。就知道你有事找我，说吧，什么事儿啊？那个，你认识吴世正吗？吴世正？啊，你是说前几日死的那个户部盐政官吗？啊，没错。我知道他，之前朝堂上见过，但不熟。真不熟啊？你想问什么？没事儿。有话你就直说。不是，我就是担心你嘛，担心你。我有什么好担心的？我说了没事儿。我明白了。吴世正死了，你担心我，是在怀疑我跟此事有关是吗？
上次莲儿死了，你怀疑我也就罢了，这一次八竿子打不着的吴世正死了，你也怀疑我？在你眼里，我真就是一个……真不是。不是什么不是？还狡辩。我就是担心你被利用了，真的。是太子怀疑我跟吴世正勾结，贪污和走私官盐，然后让你套我的话，对吧？你们还真是好一个夫唱妇随。你看看你又扯哪儿去了？怎么还扯上太子了？行了，你也别装了。是，全天下所。回来了。我们进屋坐。太子殿下不必了，有什么事的话，就在这儿说吧。徐，过来。秦风这是怎么了？我不知道。秦侍郎，好久不见，越发精神了。太子殿下召臣来，臣不敢不来。但臣与私盐之事毫无瓜葛。太子殿下既然怀疑臣，那就一查便知。秦侍郎这话是何意啊？今日因为本太子得到了2坛好酒，邀请你共饮一杯而已。太子殿下，这我可担待不起啊。你要有什么事情想问的话，臣定当知无不言。想必是西月说错了什么话，惹恼了秦侍郎。也罢，若是秦侍郎今晚没有雅兴，本太子也不强人所难。来人，送客。不必了，臣告退。哥，我再三叮嘱你，叫你不要冲动，你为什么就不听啊？我还不是想帮你吗？你没有铁证啊！你空口无凭，换谁不生气？再说了，就算是他，那你这也是打草惊蛇，真是成事不足。败事有余是吧？来啊，你接着说呀。对，我就是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，我没用，行了吧？我这人就这样，我肚子里藏不住话。我关心则乱不行吗？我担心他被人利用不行吗？我也不是那意思，我是在跟你讲道理。你这是讲道理的态度吗？徐月，徐月，徐月，你干嘛呀？这大晚上的你要去哪儿啊？我用不着。徐月，我用不着你管，别跟着我。我错了还不行吗？你哪能有什么错呀？都是我的错，行了吧？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不是，徐月。徐月，阿我，阿我，你这是怎么了？阿我，阿我，阿我。太子妃，阿武伤势虽然重，但好在未伤及要害。待会儿我配几副补血的汤药，服用3、5日就无大碍了。好，也不知道是谁下手这么狠，他这件伤要是不好好处理的话，会斗破伤风的。太子殿下，
你故意的吧？太子妃，别叫我太子妃，我不是你的太子妃，我叫唐冰儿。唐冰儿？唐冰儿是谁？曼玉姑娘，是姚天不好，吓着你了吧？怎么样，还疼吗？哦，曼玉姑娘，刚刚一时情急，多有冒犯。不会不会。阿武的事你费心了，其实你大可不必这么辛苦的。煎药这种事交给下人去做就好。我身体还有哪里不舒服吗？没事没事。最近发生这么多事，我想为你，为太子殿下、太子妃分忧。比起你们，我也只能做这些了。那怎么会啊？要不是你的灵丹妙药，上次在那荒郊野岭，我这条胳膊怕是早就废了。你是不可或缺的。你真这么想？嗯。谢谢你，姚思成。哦，我去看一下阿武。哦。阿武情况怎么样了？你帮我转告他，就说呢，阿武的伤口没有感染的风险，已经比之前好多了，就等着他醒来。啊？回太子殿下，太子妃说伤口没有感染的风险。后半句是什么来着？哦，情况已经好多了。好了好了，不用转达了，我都听到了。药快好了，我去开眼药。我跟你一起去。太子殿下，您跟太子妃这是……之前说了些严重的话，惹她不开心了。哦。阿武，阿武，怎么样了？阿武，太子殿下，眼眶有夹子。不着急，你慢慢说，慢慢说。那天我在关卡的眼眶外。哎，等会儿。
很得사이다。那句话是，那句话是，跟他撒一来，对，跟他撒一来，这是哪国语言啊？姚天听着耳熟，可一时想不起来。手势，对，有个手势，手势。他这是在找我比心？啊，对了，吴世正的妻子之前说过，吴世正曾经跟一伙异族人是有过交往的。您的意思是，袭击阿武的很有可能就是那伙异族人？禀告太子，出大事了！安西国的使臣被杀了，皇上震怒，让太子您亲自督查此案，3日之内必须找到凶手。什么？什么？曼玉，别怕。死者死于斩首，但是死前却并没有过多的挣扎痕迹。使臣遇害的时间刚好是当晚宫宴以后，也许是醉酒后杀的。难道是得罪了什么人吗？这种手法一般都是朝廷用来处决犯人使用的，凶案现场很少会有，因为会留下大量难以清洗的血迹，除非凶手跟死者有什么深仇大恨。所以凶手将他枭首，实际上是为了让他赎罪，也不太合理。为什么是这个时间，这个地方？事情可能没有这么简单。今日的晚膳，酱烧黄鱼、香辣猪蹄、红烧狮子头。哟，都是硬菜啊！曼雨，坐。是啊，大家查案这么辛苦，自然要好好补一补。太子殿下，这个红烧狮子头可是太子妃最喜欢吃的。我刚验完尸，吃不下。那查得怎么样？不知道。我和太子殿下从宫里回来也有2个多时辰了，您2位一直这样一言不发也不是个事儿啊。使臣之死，真的不能再拖下去了。我认为，2位应该齐心协力投入办案，这样才更好破案嘛，对吧？太子妃，监察司彻查使臣之案是皇上的命令。你之前协助破案有功，所以皇上特意让你参与案件。太子妃用点心才是。既然是皇上吩咐的，我自然是责无旁贷。只是呢，我这个人吧，成事不足，败事有余。我就怕我又参与进来呢，惹得某些人又不高兴。大家不如早点歇歇吧。
养精蓄锐。明天姚天再来府上，接2位去现场勘察。姚思成慢走。姚天告辞。曼玉，可是有什么伤心的事？太子，你拿着什么呀？这什么东西啊？这是太子妃写的，和集市上卖的画本大不相同，很有气。你逃我追，你插翅难飞。眼神不对，女人，你这是在玩火。你这什么霸总语录呀？啊！这不是你要的爱情吗？你从哪儿学的呀？不对，你不会也是从现代穿越过来的吧？是，你书里面不是这么写的吗？书？你看了我给曼玉写的那本书？对啊。啊！这也太丢人了。我倒是觉得挺有趣的。那，你原谅我了吗？原谅你啊，想得美。今天晚上，你继续睡地上。看看我这茶，这怎么了呀？不知道，别看了，走吧。太子殿下，太子妃，这里就是使臣府了。那我们进去吧。客官看到这个了。太子殿下，姚思成。你们继续查。是。那边还有很多。不
对劲。可是发现什么了？尸检报告。死者死于斩首，按道理来说，会有大量的血液喷溅，但你看这些墙上，一点血迹也没有。如果说凶手想清理掉这些血迹，那肯定要用大量的水。这史臣府虽然说不上戒备森严，那也是人来人往的，他没有可能会这么做。可是这死者的头颅的确被砍掉了。还有你说？我四处看看。孙一，你们这边查的怎么样？我们在现场发现了凶器，是一把军用的坡刀。这个房间是使臣用来存放贡品的地方，有很多翻找的痕迹。丢失的除了黄金以外，都是一些名贵的珠宝。丢失的都是一些便携又贵重的东西，有没有可能是谋财害命啊？谋财害命？还有一个值得怀疑的地方，我查了一下那个使臣，他是我们恒国人。20年前随父亲到达了安西国经商，后来因为精通2国语言，又深谙商道，被安西国国王选为使者。恒国人叫什么？吕岩。立刻派人去查卷宗，查出这人的底细，另外把剩下的使节带过来。是。吕岩。我刚才看了一下，依我看，谋财害命只是假象。何以见得？这一次安西国来的是一个使节团，除了吕岩死了之外，其他的使节都安然无恙。再加上处决杀人的死法，这起案子看似合理，但其实呢，处处都透露着刻意。有人在引导我们的调查方向。太子妃说的极其有道理。切，这么说来，凶手想误导的就是杀人动机，那我们就应该从这里下手。我已经派人去调查吕岩在恒国时期的所有记录。太子殿下，姚思成，这些剩下的使节已经排除嫌疑，他们说这里已经不安全，希望给他们重新安排住处。那是自然，这次务必重兵把守。是。谢太子殿下。使节阁下，请问这个手势是什么意思？哦，这个手势是我们安西国的，用于表达谢意、尊重以及认可的意思。还有一句话想请教你，伊肯他撒一来。太子妃说谁是内奸，已经被你干掉了。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我干掉了内奸。太子妃说谁是内奸，已经被你干掉了。所以这句话的意思是，我干掉了内奸。孙捕头在，带他们回去休息吧。是，请。盐矿上刚出现安西国人，偏偏在这个时候，安西使臣死在京城。太子殿下，可算找到您了。刚刚丞相大人去了府里，说有十分紧急的事情找你商议。知道了。姚司成，务必尽快把吕岩的底细查清楚。是。爹。太子殿下，边关急报，安西国得知使臣被杀，斥责我朝傲慢无礼，已经派兵进犯边境。
边境守将岳信快马加鞭进京报信，说是情况10万火急，要求朝廷派遣援兵啊！老臣刚刚进宫觐见了陛下，陛下让我与你商议此事。怎么会这么快？像是事先安排好了一样。是啊，使臣被杀一案，老臣也略有耳闻，其中确有不少蹊跷。可是无论如何，边关不可失守啊！我恒国地处4战之地，四周边关都需要驻守，再加上这几年经济凋敝，税赋减少，兵力十分不足，恐怕暂无良将可用。是啊，我意将朝廷今年刚招募的新兵派往前线，再选一位将军前去领军。这样的话可以鼓舞士气。我再亲自修书一封，送给岳信。老臣的想法与殿下不谋而合。老臣想推荐犬子秦风领兵驰援。我哥，他上过战场吗？他能行吗？朝中大事岂有你说话的份儿？殿下，犬子虽缺乏实战经验，但正如殿下所说，朝廷遣将多为督战，提振将士士气之用。前线指挥仍应以岳信为主。秦风身份尊贵，倒是符合条件，而且他又在兵部任职，也需要一个实战的机会。我认为甚妥。如此，老臣谢过太子殿下。不必多礼。父亲，风儿来了。父亲，您从宫里回来了，什么事这么着急？好事，皇上要派一名主帅领兵驰援边境前线，我推荐了你，皇上答应了。边境前线？我们和安西国打起来了，怎么这么突然？是啊，安西国和恒国虽然在皇上的治理下维持着和平稳定的状态，可是安西国一直不满于成为我们的附属国。现如今安西国的使臣无缘无故在恒国被杀，安西国怎能轻易放过这样的机会？虽说儿子身为兵部侍郎，领兵前往前线是分内之事，只是儿子资历尚浅，恐怕难以担任主帅大任呢。哎，岳信将军有勇有谋，你去了只要当好这个3军主帅就好，其他的放心交给他。再说了，为父岂能不知打仗有危险呢？但是朝中关于你当上侍郎颇有争议啊。现如今正好利用这个机会，好好在皇上面前证明一下你自己。父亲说的是，儿子全听父亲安排，这就去准备。去吧。哎，对了，你去趟太子府，找太子拿去调运军需的手信。是。太子殿下，秦侍郎来了。秦风见过太子殿下。免礼，我正在给岳信将军写信，你稍等一下。哥，我听说你要上战场了，你准备好了吗？就差太子殿下调运军需的手信了。秦风正是来取手信的。那就好，你一定要万事小心啊！自古沙场征战几人回，我不过是为国尽力罢了。倒是要劳烦你们帮忙转告姚司城，让他好好研习一下如何提升办案能力。使臣被杀，我们迟迟抓不到凶手，这才引起了边境的战火。但凡他办案尽点力，也不至于由我去边境帮他收拾残局了。行了行了，你别说了，就一个案子没破而已，你至于这么阴阳怪气的吗？太子督察办案，你在这指责太子办案不力啊？再说了，你刚刚都说了，你是兵部侍郎，为国效力的，怎么又变成给我们收拾什么烂摊子了呀？啊，你平时不务正业也就算了，是不是该做点正经事了呀？
我上次就问了你2句，你至于这么小心眼吗？记到现在啊？好了，秦侍郎为国出征，责任重大。守信在此，你面见岳信的时候，记得提醒他，此次安西国看似来势汹汹，不过是一帮乌合之众而已。我国兵少，切记不能正面交战，多用计谋。安西国久攻不下，必会退兵。太子殿下运筹帷幄，秦风拜谢。谢谢你，方才替我说话。谁替你说话？我就是看不惯秦风阴阳怪气罢了。我们和好吧，唐冰儿。你叫我什么？你不是说你叫唐冰儿吗？的确，你跟之前的太子妃是截然不同的2个人。虽然不知道为什么，但是没关系，我更喜欢现在的唐冰儿。睡吧。哎，那个地上有点凉，我能……不行。听落雪，听缘分也在哽咽，这缘分的结，我只愿与你相携。是荒野蝴蝶会为他人恋，你和我若能相识无的渊源，只圈住今夜莫谈诀别。缘自月，今世遇见你的特别，我了解情字唯有你能解。缘自月，就算和你注定是离别，这一瞬浮上海中要与你相约。周坚，不错。我在监察司连夜翻找卷宗，发现这个周坚20年前和吕岩有死仇。那或许
是有人通风报信。周坚是如何知道这个吕岩就是使臣的呢？我去查过当天卫兵的当值记录，周坚早就换好了班，说明他早有计划。那或许是有人通风报信。卑职明白了，我这就返回监察司，调查周坚最近接触了什么人。去吧。你别生气了，我真诚地向你道歉。之前是我说话说得太重了，你对我来说很重要。有多重要？就是帮我破案，还有帮我……哦，我明白了，我就是个工具人呗。不是，我不是那个意思，不是工具人。你是我的太子妃，虽然之前你刁蛮任性，心狠手辣，我特别讨厌你，但是后来你变得聪明懂事，温柔善良，还特别可爱，还特别……行了，别夸了。原谅你呢，也不是不可以。但是你得答应我一个条件。你说。如果有一天我不在了，或者是消失了，你必须要永远记得我。什么意思啊？我不想再瞒着你了。其实我是从1000年之后过来的，我也不知道怎么回事，我就突然穿到了这个秦希月的身上。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去，而且我回去了，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我知道啊，我说这些你很难相信的，但是我真的没法。不信，只要是你说的，我都信。真的？不过，你看我在这待了这么久，我也还没走呢，我也不知道还能不能回去了。我在这儿待的这段时间很开心，我以后会让你更开心的。既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离开，那以后我和你的每一天，我都会更加珍惜的。如今你大仇已报，可想好如何报答我吗？周坚从军20余载，愿以全部家资相报。你不过是个低级士兵，你这点钱，我还看不到眼里。可是，东西你们已经拿到了。我也算帮了你们了。既然如此，那就再帮老夫一次吧。不对，我要跟你一起去周家祖坟。我越想越
所以这个凶手看似在乱翻一通，其实是在找宝盒。我们必须马上找到周坚。看来他不光是报仇这么简单。走吧。太子殿下，太子妃，你们今天都折腾了一天没吃饭了，这些带着路上吃吧。好。出什么事了？太子殿下，太子妃，周坚死了，就吊死在祖坟之上。尸体何在？还在现场。姚天正欲邀太子殿下与太子妃一同前往。太过寻常了。你说什么？周坚大仇得报，自知死罪难逃，于祖坟自尽告慰先人，落叶归根。寻常的也太过蹊跷了吧？正好我们也准备去周家祖坟，咱们赶紧出发吧。太子妃，也让曼雨去吧。若是死者有什么中毒或者服药的经历，我也帮得上忙。不错，若论这药理，全京城似乎都找不出比曼雨姑娘还厉害的人物了。姚司长，我没说不带曼雨去，这么紧张干嘛？你马车已经备好了，出发吧。怎么样？是上吊自杀，脖子上的勒痕很深，有特别严重的内出血。但是我还是觉得很奇怪，这个周坚他拿了宝盒，但是什么都没做他就走了，难不成他就觉得宝盒好看？即便如此，那宝盒去哪儿了呢？况且，这宝盒里面藏的是吕岩的机密。这周坚哪里没有任何作用啊？太子殿下，太子妃，这个是在下游的河滩上发现的。宝盒是空的，谁会对这机密感兴趣呢？我怀疑跟上次袭击阿武的那帮人有关。你还记不记得史晨说的话？吕岩这次过来是要做几笔生意的，那嫌疑人很可能就在跟他交易的对象里面。先把尸体运回殓房吧，这里没有解剖的工具。姚天，把所有证据都拿回监察司。是。你轻一点，扯坏了证物，不要你好看。这绳子太怪了，根本解不开啊！等一下。这种绳结很特殊，姚思成，这可是你们监察司或者军队常用的绳结。不是，监察司和军队用的都是最简单的手扣结，这样怪异的结，我还是第一次见。你的意思是，周坚从军多年，就算是自杀，也是用自己最熟悉的手法。你以此推断，他是先被勒死的，然后被人伪装成上吊自杀的。可是，你之前不是说尸体的？有没有可能，他也是被勒死的？只不过凶手当时为了掩盖他真正的死因，情急之下打出了他最熟悉的绳结，只不过因此露出了破绽。姚天，你去找个画师，把此绳结给画下来，贴张告示，若是有人了解此绳结，重赏。是。你觉得会是谁啊？不确定，不过能感觉是老对手。我们不能这么干等下去了，去找老骆驼，问出跟吕岩交易的真正对象。冰儿，来人！
李小曼，感觉怎么样？我这是怎么了？曼雨说你一夜没睡，加上没有吃东西，操劳过度，你都昏睡了4个时辰了。4个？你不要勉强，破案的事情有我在呢，你不用担心。你一直都在这儿陪着我呢。我担心你回那个世界就不回来了。你放心吧，我或许就再也不会回去那个世界了呢。你若想回去，本太子定会帮你想办法。若是不回去，我便一直在你身边。不过现在我们还有更重要的事情。你还是好好休息吧，身子还没好，不能下床的。我的身体我清楚，只是圣上只给了我们3天的时间，我哥还在前线，我没有资格休息。我们现在要赶紧去到客栈，找到那几位使臣。怎么这么安静？不对啊，现在才刚过酉时，一点声音都没有。门口的侍卫都不在。不好，老骆驼有危险，走。又是你，上次没杀你，这次可就没这么幸运了。快！走。怎么样？还有呼吸。廖田，你去追刚才那个人，务必抓回来。是。你没事吧？没事，你安全就好。廖天，你在想什么呢？你为什么会出现在客栈呢？因为我在京城遇到了那个客栈的女杀手，我便料定他们必定会出手。进来坐会儿吧。不用了。汇通钱庄，你确定？千真万确。你这什么表情？那还不赶紧去查？那是你哥哥的产业。秦风？怎么又是他呀？我不是没有怀疑过他，只是秦风这个人，他性格我太过了解，他敢做这种灭族的事情吗？仅凭杀手出现在汇通钱庄，确实不足以指认秦侍郎。况且他正在前线为国征战，万一错怪了他，岂不是动摇军心吗？这样吧，你派人盯紧汇通钱庄，另外也留意一下他的其他产业。只是这时间也太过巧合了吧？使臣被杀，安西国来犯，就在这个时候，杀手出现在京城，
秦风也被派到前线，还是你爹极力保举的。你们是怀疑我爹？我只是觉得时间太过巧合了。老骆驼那边怎么样了？曼宇正在医治，有府兵把守着。圣杰那边有线索了吗？还没有，我找人打听过了，但都没有什么头绪。上次跟这个凶手交手的时候，发现他对这个绳子运用得很好。那看来这个人就是杀死周坚的凶手。你们还记不记得，上次在客栈，他逃脱用的那个通天锁？咱们只要找到这个杂耍班的班主，肯定会有线索的。有道理。哎，你就别逞强了，我跟姚思成去就行了。有他在，你放心吧。我的身体我知道，更何况父皇只给了3天时间破案，你哥还在前线，我没有资格休息的。怎么说句话还学别人呢？主人，属下无能，没能杀死老骆驼。你无能，并不是因为你没杀了老骆驼，而是因为你被人撞破了踪迹。主人，老东西差点就要成功了，可没想到太子却突然降临了，老东西还差点杀了太子呢。您就饶恕他吧。你还有脸说？被人跟踪了都不知道。要不是会通钱庄密道隐蔽，你们此刻人怕都已经在监察司了。属下该死。既然暴露了行踪，京城是万万待不下去了。你们把这几箱金银秘密送到前线，到时候会说动朝廷增兵，之后就会有人来联络你们。是。这件事如果办砸了，你们都不用活着回来了。班主，监察司查案，请问你有看过这种绳结吗？不认得，大人，小人从未见过这种绳结。你们平时杂耍或者表演的时候，可会用到这种绳结？根本用不到。那可有通过这些绳子表演的戏法吗？我想想，安西国有一种绳子戏法叫绳术，不过早就失传了。可是能让绳子变长变短、变软变硬的。对对对，想不到您对戏法有这么深的研究。哎，这种绳结好像是绳书里的一种结，小人只是小时候在书中见过，你要是不提，我也早就忘记了。好了，你先回去吧。看来那个鬼魅杀手用的就是这种绳结，吕岩也是被他杀掉的。只不过当时他很好的隐藏住了这种绳结，然后他又去找到周坚，告诉了他吕岩的真实身份，让周坚去砍掉了吕岩的头，否则的话，周坚没有可能会被灭口的。当时屋里只有隐隐的月光，尸体被绳子吊着，保持坐姿，一刀下去，绳子断了。这样的话，他只要返回现场捡回断绳即可。这样一来，就连周坚自己都会觉得是他杀死了吕岩，然后拼命逃亡，接着被吊死，一切就顺理成章了。只不过，绳结露出了破绽。想必这应该就是案件的真相了。还好，我们3天之内把案件给破了，总算是没给恒国丢脸。我这就进宫向父皇禀报。你怎么了？怎么闷闷不乐的？父皇说，没想到你还会破案，他很高兴。就因为你父皇夸我了，你就不高兴啦？小气鬼！我又不是小孩子。从今天起，父皇封你为密使，秘密督办，
扰乱恒国之人。那你是不是也听我的？怎么可能？我可是太子。啊？以后你会很忙的，我担心我们就没有时间好好相处了。自从和你相见以后，案子一个一个的发生，我怕案子一破完你就……哎，你放心吧，我都说了，我这说不定就永远都回不去了。放心。怎么了？我是不是碰到你伤口了？我看看。监察司最近日夜盯着秦侍郎的产业，发现他们活动很频繁，似乎有大量货品流动。这很稀奇吗？蹊跷的地方有2个：第一，他们很少在白天运货；第二，他们只走北城门，且都是每隔1天运一次。城门值守的规矩是1个城门2个城门关，隔天当值。那看来他们只买通了1个城关。没错，而且这个城门关我已经查过，似乎日子过得非常不错。那你意思是，我哥买通了这个城门关，每天夜里往外运东西？应该是，不然的话不至于这么鬼鬼祟祟的。那很简单啊，我明天回趟丞相府，正好我哥不在家，我去看看他房里有没有藏什么东西呗。不孝之女，你在干什么？说，谁指使你来的？没有人派我来，爹，你怎么是非不分呢？我哥他现在很有可能跟一帮叛国的人混在一起，您不管管他呀？就算他是被冤枉的，那他是不是应该站出来说清楚？说清楚？你哥他在前线打败仗了，你知道吗？啊！我军将士一溃千里，连失3座城池，圣上大怒，要抓你哥回来问罪。战败失地，那是死罪呀！我本想让他出去锻炼锻炼，没想到是我害了他呀！爹，你先别难过，这个安西国不都是一帮乌合之众吗？怎么会突然变得这么厉害啊？安西国不知哪里冒出了许多先进火器，你哥他们是一点准备都没有啊！那这么说来就不是我哥的错了。我去跟太子说清楚，让他去禀告圣上，啊！但是，你看，这账本的事情总要解决吧？就算打败仗说得过去，这个也躲不掉了呀。你是不是查案查疯魔了？你干脆连你爹也送去监察司审一审好不好？
不是爹，你别激动，你听我说嘛。你别说了，你哥跟那几个狐朋狗友是做了点生意，也就是赚了点小钱，这事我知道也查过，没什么大事。可你作为秦家的儿女，就当以秦家为重啊！你以为当初为何将你嫁给太子啊？还不是为了太子他日登基，你能母仪天下，我们秦家能跟着你沾点光啊！可你哥一旦获罪，我便是罪臣之父，你便是罪臣之妹，后果不堪设想。此事就到此为止，听到了没有？太子妃，您来了，怎么样了？我找到了秦风的账本，上面有他和管家的交易记录，跟吴世正那本差不多。不过那些都是晚上才进行运货的商家。这些都是重要的线索，你为何看起来不开心的样子？是吧？我爹他不让我查呀，我就不明白了。这有什么不明白？第一，你又没有直接证据可以证明秦侍郎与范思言的那帮人有勾结。第二，你哥现在遇到了大问题，这一点你应该知道的。我知道，但是我觉得很蹊跷，这个安息国怎么会突然多了这么多的火器呢？我调查过，这火药极其贵重，我衡过也没有多少。从一开始的物价上涨到思言，再加上你哥的产业，形成了一张巨大的网，其目的就是收敛巨大的财富。你的意思是说，有人赚钱给安息国打仗？没错，钱赚够了，就差一个开战的理由，于是便有了吕岩被杀案。那就更不可能是秦风了，他怎么会明知道安息国多了这么多火器，非要赶上去送死啊？所以我们得知道，这背后操纵店铺的人是谁。那只有老骆驼知道。走。走。曼雨，怎么样了？今天情况好多了，但是也不能说太长时间的话。老人家，我能问你几个问题吗？您是太子殿下吧？感谢您救了老夫的命。哎，不必多礼。我听使臣说，您之前给吕岩送过2次信，是送到哪儿的？吕岩，就是穆斯。哦，穆斯大人，那2封信，我一封送到了京城的会通钱庄，另一封送到了边境的盐矿里。送给谁了？没有名字，只知道叫管家。那你可见过管家？没见过，信是别人拿走的。是一个妖娆的女子，还是画着鬼脸的怪人？是一个妖娆的女人。看来这一切果然是管家操控的。我现在就命人去把你哥召回来。他若是清白的，就应该把事情说清楚。如果供出了重要的人，也可以将功补过吧。谢谢你啊，为了我那个不争气的哥哥。我这也是怕你难做。圣旨到。诏太子凌轩携监察司丞姚天、太子妃秦希月共赴安息国前线，调查主将秦风叛逃一事，务必将罪臣秦风押送回京。太子妃若有偏私，按叛国罪一并论处。凌轩接旨。我哥跑了，这
个没出息的东西！这时候就算是死在战场上，也不能跑呀。秦风现在逃跑，那就是畏罪潜逃。你说我要是管家，那会怎么做？管家会杀了他，然后把他扔在荒郊野岭。或许是秦风没有逃走，而是被抓了。不能再等了，叫上姚司成还有曼雨，现在就出发。好。父亲，这是刚刚炖好的参茶，您快趁热喝了吧。好，哎，我说天儿，你可是难得回来一趟啊！啊，父亲这亲自看账本的习惯，这么多年都没变啊。是啊，做生意还是得自己上心为好。眼下边境打仗打得这么凶，咱家那个集市，唉，怕是要毁了。罢了，不说这些了。哎，你这次回来，应该不只是给为父来敬茶的吧？果然瞒不过父亲。父亲在商场多年，可曾听过一个叫管家的名号啊？管家？从未听说过呀。哎，天儿啊，听为父一句啊，不是自己分内的事儿，少管为上，免得惹祸上身啊。是。父亲，孩儿要去前线一趟，可能有些时日回不来京城了，您自己多多保重。公务为上，现在边境也不太平，我儿切记，凡事少出头，自保为上。孩儿谨记。快趁热喝吧，父亲。啊，好。好喝。你都生虫了。将士们就穿这个上战场，你给我好好看看！将士们在前线替国排忧解难，你就给他们吃这些东西，穿这些东西，你就是让他们上战场上送死！启禀太子，臣自从来到前线之后，只负责教场练兵和带兵打仗，军需补给一事皆是由秦侍郎和乐信将军负责的。那乐信呢？乐信将军独自带队去搜索秦侍郎，至今已经3日未归了。昨日为何不报？臣本想等太子到了营地之后，再向太子相禀的。姚天，在，你立刻派人去给我找乐信。是，太子殿下，此地地势险峻，恐姚司成不熟悉地形，倒不如让末将亲自带兵去找。不必了，军营不可一日无主，你还是做好你自己的本职吧。是。第二，随我出来一趟。你觉不觉得穆渊有点奇怪啊？是啊，他口口声声说这些劣质装备是乐信和秦风提供的，可这2个人现在都不在，全凭他一面之词。秦风叛逃是众所周知的事情，现在什么脏水往他身上泼不都可以吗？可是乐信这个人我是了解的，他不可能做出伤害士兵的事情，而且他也不可能跟任何人同流合污。
月信肯定是被冤枉的。你看他失踪3天了，他们一点都不着急。我也这样觉得。平儿，你快醒醒！平儿，你怎么忍心把我一个人置身于黑暗之中？你快醒醒！冰儿，冰儿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冰儿，我们都还活着。冰儿，你怎么样？我没事。没事就好，没事就好。你有没有受伤？我没事的。我们这是在山洞里。是啊，不过还好的是，这儿的空气是流通的，应该是有出口。走，慢点，小心。这么黑，你怕不怕啊？不怕，有你在呢。谁？谁？月信。月信，真的是你！太子殿下，太子妃，你们怎么会在这里？说来话长，倒是你，军营的人不是说你说我失踪了吗？对，还有我哥。穆远当然希望我活不见人，死不见尸。至于秦大人，我怀疑他是被抓走的。看来是我们的突然到来，打乱了穆渊的计划，所以他才迫不得已要将我们灭口的。看来还有别的势力。穆渊得到军营之后，获利最大的是谁？安息国。没错，但是我想说的是，真正获利的，应该是给安息国提供军费的人。太子，你看，太子，你看，管家知悉，月信已对军需兵器供应起疑，此人是大患留不得。想不到管家的手已经伸到了军队里。月信将军，此信你是如何得到的？禀告太子殿下，末将来到军营之后，军需都是由我来调配。但随着安息国的大举进攻，我军应对不及，吃了几场败仗。穆渊奉朝廷旨意来到军营主持军事，军需供应来源就由穆渊一手把控。当我发现战备军需都是劣质后，向穆渊追问来源，穆渊跟我说都是朝廷调拨，我不相信。暗中查到，他伙同外人在路上偷偷将朝廷调拨的军需调包换掉。我拦截了他发往京城的密信，才知道此人是管家。管家。据我所知，穆渊是丞相一直向父皇保举的。从上次我回到丞相府，发现那个账本开始，我就觉得他的态度非常让人怀疑。此处就有一个他们的秘密场所，我正欲前往探知，说不定会有新的线索。秘密场所？没错，
我发现了墓园的事情之后，想写信给朝廷检举，没想到他对我动了杀心。快，这边！跟上，快！追！我受伤后就一直躲在这个山洞，这些天一直想找机会潜入，却不得而入。没想到碰到了您和太子妃，那就没错了。他们将盐矿获取的暴利投入在兵工厂当中，这是一起联合安息国的巨大阴谋。倘若得逞了的话，边境很快就会失守。边境一失守，国家最后一道关隘便不复存在，攻到京城也是迟早的事情。玉信将军，你可知兵工厂在何处？不是太远，大约1个时辰左右。岳信将军，带我前去。万万不可，太子殿下，前方危险呐！我意已决，走吧。末将领命。那边看看。好。姚司城，咱们已经搜索1天1夜了，这山崖上下也都搜遍了。恕老夫直言，这附近多有野兽出没，恐怕这……可附近没有野兽噬人的痕迹。这边也没有。总之，我绝不相信太子殿下会遭遇不测。姚司城，像您这样的青年才俊，可谓是100年难得一遇。但是您为何要投入宫门，不继承姚大官人的财产呢？据我所知，他就您这么一个儿子，他对您是寄予厚望啊。我与父亲早有约定，他的生意与我毫不相干。我的毕生所愿便是惩奸除恶。穆将军，似乎您对我的家世很了解。这姚大官人乃我横国首富，这坊间传闻自然也不会少。老夫也就是道听途说罢了。穆将军，这里有2条路，咱们分头去找，谁先找到发个信号，如果没找到，2个时辰后在这里会合。姚司长，您初来乍到，对这附近不大熟悉，这深山路途崎岖，我看还是让我带兵去山路搜吧。不必了，还是我走山路吧。想必太子殿下定是被困在了深山里。穆将军，您这是受伤了？前2天巡逻摔了一下，不碍事。走。是。太子殿下，就是这里。左边大洞就是他们的兵工厂，右边2个小洞，一个是他们从外面把材料运进来，另一个是他们把做好的运出去。看来，他们把军需物品藏在离渡口不远的地方，等朝廷的军需一到，便在前往军营的路上交替调换。没想到，他们居然利用这里的地形，达到了走私的效果。岳信将军，军营的士兵已经不能再相信了，你赶紧出去找到姚天，去调离这儿最近的猎鹰军，我们来个出其不意，一并捣毁这儿。
他们看到这个玉佩，自然会相信你。末将领命。这里面的戒备一定很森严，咱们不能硬闯。我知道，跟我来。走。你们两个去那边看看。是。这山神庙为何如此破败啊？你有所不知，我们这里处于深山，所以本就多灾多难。直到有人捐了钱，建了这座山神庙，说是要保一方平安。可谁知道这庙建成之后，灾难反而越来越多，慢慢的上香的也就少了。捐献的人是谁？大概什么时候？不知道，像是在朝廷当官的，约摸着有个2年了。姚司城，那边发现密道，都给我来！是。太子殿下，太子殿下，太子妃，你们在这里找什么呢？你束手就擒吧，只要你告诉我幕后主使是谁，我饶你不死。太子殿下，这可是我的地盘，你说这种话，你不觉得可笑吗？上次悬崖没把你摔死，这次倒主动送上门来，休怪我对你不客气。外面现在围了很多的官兵，你不要做无谓的挣扎。官兵，有官兵。那也是来杀你们的。双胞胎，哼！太子妃果然聪明，可你明白的太晚了点吧？你放开他！你还是先管好你自己吧。太子，妹妹，快杀了他！主人必定重重有赏。没事吧？太子殿下，按照约定，援军是不是已经到了？对呀，岳仙已经调好部队在外面，一会儿就会让他们一网打尽的。对呀，保护太子可是头功，岳心就算跑断了腿，也会来抢这个大功的。到时候，管家也一样逃不了。你们休想得逞！别抵抗了，说，管家到底是谁？我就是死了，也不会告诉你们的。哥，快走！快跟上去！太子殿下，现在不是说话的时候，走！你们几个
断后。是。哥，金凤，哥，金凤，怎么样？你怎么样？姐，我知道你一定有很多问题想问我，但我没有机会跟你一一作答了。但你要相信我，我从未叛过。你先别说话。姐，你答应我，不管爹做过什么，你都要原谅他，行吗？爹，你是说这些事情都是爹做的？太子殿下，朕恳求你，能否对我爹宽大处理？金凤，哥，神，命。金凤，真是不识抬举的蠢货呀！可惜了，明明有这么好的前程，偏偏要铁了心效忠那个狗皇帝。姚思成，我劝你别冲动。山上的这些士兵我已经下了信号，只要我一声令下，万箭齐发。这弓弩可是不长眼啊！今天我要的是太子的命。你走吧。你看我像贪生怕死之人吗？都是蠢货。穆渊，我想问你，你可知谋杀太子的罪名？朝廷对你不薄，你为什么这么做？混账！我穆渊16岁参军，一路南征北战，这横国半个江山都是我打下来的。可是那个狗皇帝登基之后，有功不赏，无罪则罚，偏让我去镇守边疆，这不分明是防着我吗？既然他这么怕我造反，我就反给他看。我不光要弄死你，等我攻入京师之后，我要亲手了了那个狗皇帝的命。当时军营叛乱，我爹力排众议保举了你，他是不是就是管家？丞相乃两朝元老，开国功臣。这狗皇帝年幼之时，若不是丞相辅佐他，他能有今天？可是他亲政之后，处处削弱丞相的权力，岂能不让人心寒？太子妃，你若是肯回头，不选你那愚蠢的哥哥，本将军也不想伤害你。我爹平时最疼我和我哥，如果被他知道我们俩都被你杀了，他不会放过你的。好，那为了丞相大业，我也只好事后再去请罪了。什么人？穆渊，你个乱臣贼子！山上的叛军已经全部束手就擒，你若再不投降，便叫尔等死无葬身之地！末将来迟，请太子殿下恕罪。玉佩在此，现灵应军全由太子殿下节制。有劳岳信将军了。请太子殿下随末将回军营暂歇，再做打算。不必了，叛军刚刚平定，况且我们还要好好安顿一下我哥。末将领命。你没事吧？太子殿下，太子妃，你们没事吧？这一路上我听姚思成说起你们的经历，真是担心死我了。哎，我们没事儿，你吓得干嘛呀？都过去了啊。太子殿下，您受伤了，让我来给您敷药吧。皮外伤而已。倒是你啊，你一直在军营里，穆渊没有为难你吧？还好，也可能是我无足轻重，还不足以让穆渊对我起杀心。曼雨姑娘不要妄自菲薄，那是她不知道你的价值。对了，你说
这一切真的是我爹干的吗？我也一直有在想，但是现在证据的确还不足，不能下定论。对了，你哥在死之前说了什么山神庙？或许那个地方有答案。你哥在死之前说了什么山神庙？或许那个地方有答案。我在山神庙里发现了通往山洞的密道，里面有一排血迹。刚刚查看秦侍郎尸体时，他身上有一块包扎好的刀伤，想必是在那里遇袭时留下的。秦风在山神庙遇刺，那就说得通了。他在军营发现了问题，一个人去调查，结果被人发现，追杀到了山神庙。还好秦风会武功，刺客刺杀失败了。不错，刺杀他的人应该就是穆渊。前几日我见他时，他身上有伤口，想必是秦侍郎留下的。而这所谓山神庙，其实就是管家与安西国的走私通道。山神庙建成后，山体滑坡日益严重，也是因为他们在山里大肆开凿的结果。禀告太子殿下，安西国开始进攻了。敌军此时进攻，无非是想让我军分身乏术，借此机会从兵工厂撤离。我们现在留在这儿，对战局也没有任何帮助，还是得回京城。月信，现在眼下我们能够相信的人不多，但我相信你可以不负众望，守住这里。另外，把这儿全部封锁起来，不要打草惊蛇。定不辱命。廖天，把秦风还有穆渊的尸体带回京城，如何处理，还需要父皇亲自定夺。是。参见太子、太子妃。孙一，你为何在此？禀告姚思成，我们接到了陈州的飞鸽传书，出大案子了，当地府衙不敢审。是何案子？陈州守将穆渊1个月前被杀了。什么？是他？你认识他？此人是我小师叔，也是药神谷入门最晚，但最有天赋的弟子。可惜因为心术不正，偷炼禁药噬心蛊。另外，他还精通制作，用多种名贵药草制成人皮面具，经常做一些为非作歹的勾当。之后被爷爷发现，就把他扔进了五毒窟里。没想到，他居然还活着。孙毅，那陈州现在的守将是何人？李岳将军。李岳。在父皇登基之前，李岳一直是丞相的护卫。直到父皇登基之后，丞相一直保举他，这才当上将军。又是我爹的人。想不到，他已经掌握了两边边境的军队。不是，他想造反？不像。若是造反的话，没有必要与安西国开战。定是秦风知道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，又不想跟丞相同流合污，所以穆渊才会放出消息，说秦风叛逃，置他于死地。可是这不像他说的话啊！秦侍郎为国捐躯，冰儿，你随我去趟丞相府，安抚一下丞相。行啊，但你这是想……姚天，你带些……姚天呢？
父亲，您就是管家。天儿，我从小将你送入宫门，学的是忠君爱国。你倒好，学会了偷鸡摸狗了。你别再掩饰了。自从穆渊不愿杀我那一刻起，我就已经有答案了。爹只是个商人，虽比平常百姓过得好一些，但终将是受制于人。你是说，你是被人胁迫的？那你可以跟我讲，只要您跟我去指认他，我可以保证您的安全。你保证？你拿什么保证？我从一个街边小贩一步步成为了横国的首富，我付出了多少心血？我就是告诉你那个幕后之人，你又如何？你敢抓他吗？现在四方边境的守军都掌握在他的手里，他只要令其一挥，就有1000颗人头落地。为父只是一个商人，我又有什么办法？要想活得久一些，最好是少知道一些事情。父亲，这些事太子殿下已经查清了，不日就会禀报圣上。凭皇家权威抓捕丞相不在话下。您看看现在外面多少百姓流离失所，饿殍遍野。够了！我不做这些事，你以为就没有人做了吗？为父只是一个商贾，哪里敢对朝廷说三道四？我只是不忍心看着百姓们流离失所，还想替你争个好前程，所以才积极帮忙建集市，开棚布粥。你倒好，不仅不体谅为父的艰难和苦心，还对我妄加猜测、指责。你太让我失望了。可是父亲，这账本……好了，天儿，为父不是没有良心之人。若你们真能将丞相一网打尽，我自会出来作证。否则，你就是今天将我绑到了监察司，我也会一言不发。若你忍心看我们姚家从此没落，甚至灭门，若你能眼看着自己以后变成黑心商人之子，前途尽毁，就把为父绑了吧。父亲，孩儿劝你好自为之。曼玉姑娘，您是来找姚司城的吗？是啊，我就不打扰他的公务了。您能帮我通报他一声吗？我把东西给他，我就走。真是不凑巧啊，姚司城已经回府了。啊？今天这么早就回去了？姚司城，曼玉姑娘，你怎么来了？我是来给你送点心的。曼玉姑娘有心了。有酒吗？酒？你要喝酒啊？没有就算了。你跟我来。
给你。这是太子妃教我做的烧麦、虾饺、萝卜糕。哇，好香啊！这梅子酒也是太子妃教我做的，搭配起来正好。确实是味道独特，看来你在太子妃那儿学到不少奇奇怪怪的东西。是啊，不知道你有没有发现，现在的太子妃变了好多。太子妃现在确实和我刚认识她时大不一样了。可能人都是会变的吧。是啊，人都是会变的。你今天看起来心情好像不太好，是因为公务上的事吗？姚天只是一路走得太远，有些迷茫，不知道面对意料之外的结果该怎么办。我是太子妃的陪嫁侍女，从药神谷出来之后，便一直都待在丞相府。丞相大人对我们这些下人都很好，可是想不到还有小师叔，从小教我很多本领，爷爷责罚我的时候，也是他出来保护我。想不到我这些最信任的人，竟然都是罪魁祸首。曼玉，你被他们背叛，一定很难过吧？是真的很难受，但是幸运的是，曼羽遇到了太子殿下、太子妃，还有你。有你们在，这种难受就会少很多了。没错，不管遇到了什么困难，我还有你们呢。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，曼羽永远都会在背后帮助你的。干！姚思成，你知道吗？在曼羽心里，你是天底下最好的男人。曼羽永远都不会背叛你的。哎，笑一个嘛，不要老是板着个脸。不是还有我在吗？曼羽姑娘，谢谢你。丞相大人，我敬您一杯。秦侍郎之事，我已禀报父皇，父皇特许以王后之礼厚葬秦侍郎。秦侍郎叛逃之事，据已查清，是木渊作乱所为。老臣谢过圣上，谢过太子殿下。爹，你除了谢恩，没有别的要说的吗？有太多的话想说，却不知从何说起啊。那不如就从
你当管家开始说。好啊，好啊，我一心为了这一双儿女，可最后这双儿女居然联起手来对付我。可是我做错了什么？我一心为国，可圣上一直对我放心不下，处处打压我秦家，是我上下疏通，才让你得以嫁给太子殿下，让凤儿进了兵部。你可知你爹的用心良苦？丞相大人，父皇何曾怀疑过你？只是恒国想要千秋万代，朝廷不能只有您一人精明能干吧？必须不断地提拔新人。您有没有想过，倘若您100年之后，父皇能将朝廷、朝政交给谁呢？您真是糊涂啊！圣上真是这么想的？那是自然。若是他不信你，怎会让西月与我成婚？以后让西月成为皇后，母仪天下呢？老臣糊涂啊！爹，您现在后悔还来得及，若真的等起兵造反，就一切都来不及了。造反？你可知你爹被裹挟其中有多难受吗？起初辽高找到我，说给我资金的供应，保我秦家的地位，前提是要我在朝中运作，助他姚家的生意。这是今年1年宫中采买的清单，全部由你供应。谢过丞相大人。丞相大人，令公子进兵部的事儿，在下已经安排妥当，请丞相放心，绝对不会怀疑到您的头上。姚高啊，赚钱赚得差不多就行了，万不可失了底线。有朝一日朝廷追查起来，老夫可帮不了你。丞相大人，我送您的每一件礼物，这上面均有记载。我是个商人，有记账的习惯，您别介意。若有一日东窗事发，你我都脱不了干系。你威胁我？丞相大人，您早就回不了头了。眼下小姐已经嫁入了太子府，若有一日她当了皇后，您所做的一切都不会有人再来追究了。来人！打开。这是外面带来的一些小礼物，不成敬意，望丞相大人笑纳。喝茶。好，喝茶。姚高，贩卖私盐可是要杀头的，你知道吗？你勾结吴世正，哄抬物价，把整个恒国搞得鸡飞狗跳，本相绝不会坐视不理。与私盐有关的生意，基本都落在了秦风公子名下。再加上这些年您府中的收入，您觉得皇上会相信是谁在贩卖私盐，又会相信是谁在哄抬物价，搞垮恒国？要我看呐，就是丞相您为了夺权而
儿故意制造的小把戏。好你个姚高，你好深的算计！这没什么高深的，只不过丞相您太自负了，您总以为能掌控一切，其实你什么也掌控不了。我的丞相大人，皇上不仁，你又何苦替他卖命呢？倒不如多为自己的后半生考虑考虑。好你个姚高，好你个姚高，今天你必须给我个交代。金侍郎的死和我无关呢。什么叫与你无关呢？若不是你散布秦风叛逃的消息，秦风怎会遭到追杀？秦风自幼习武，若不是你身边的武林高手，怎么会杀死秦风啊？话不能这么说，穆渊可是您的人呢，我还说是您大义灭亲呢。之前我们不是谈好的吗？啊，你替我们秦家挣钱，我在朝廷里替你姚家铺垫好官路，你我都是为了家族的前程。秦姚两家一荣俱荣，一损俱损。你凭良心说话，这些年我在朝廷里对待姚天跟秦风是不是一样的？可你竟然杀了我的儿子！这真的是个误会。我姚高对天发誓，伤害令公子的事儿确实不是我干的。姚高，你就别装了。头上秦风的是穆渊不假，可穆渊早就死了，对吧？如今的穆渊分明就是个假扮的。我和穆渊只是生意上的往来，他帮我打理军需生意。再说这买卖挣了钱，也有你们秦家的一份。穆渊伤害秦公子的事儿，我真的毫不知情。到了我们这个年纪，有时候还得认命。认命？你还有脸跟我提认命？若不是你派人杀了使臣，挑起两国战事，我家秦风怎会领兵去边境打仗啊？有了战事，我才能做军需生意挣钱，令公子才有机会上前线，带兵杀敌，立战功。真要说到令公子的死，就是因为丞相您太贪心了。我要去圣上面前揭发你。那你去好了，我们现在就去。到时候你也免不了被杀头，您唯一的女儿也会遭到太子的冷落。那个时候，你们秦家也就完蛋了。太子殿下，老臣自知犯下了滔天大罪，罪不可恕，但老臣愿意戴罪立功，去圣上面前揭发那妖高。太子殿下，老臣自知犯下了滔天大罪，罪不可恕，但老臣愿意戴罪立功，去圣上面前揭发那妖高。你先起来。但老臣有一个请求。您但说无妨。老臣别无他求，只希望太子殿下能善待西月。他对这一切可毫不知情啊。你请放心，我以皇家的尊严起誓，此生绝不负他。那老臣就放心了，别无牵挂了。还请太子殿下将我下狱吧。您该如何处置，我无权裁决，还得父王定夺。今天是家宴，我们不谈国事。来，我们畅饮一杯。老臣谢过太子殿下。
谢过太子妃。太子妃，来，曼玉，乔大人，茶给您放这儿了。姚天，太子殿下，看上去心情不怎么好。我从府里回来就这个样。父亲他……你父亲的事我们都知道了，我爹全都说了。知道了。太子殿下，太子妃，这些事都跟姚思成无关的。哎呀，我们当然知道了，又不对你的姚思成做什么。父亲犯下了弥天大罪，姚天再次许诺，定会彻查到底，绝不徇私。你大可放心，只要你父亲及时回头，自然不会让他受苦的。谢过太子殿下。我已经向孙一飞哥传书，让他全面监视我家了。这个东西叫糖果，难过的时候吃一颗。谢谢你啊，父亲本说过，只要丞相认罪，他便去自首。想不到他连我也会骗。姚思成，你还有我们呀！就算姚大官人他做错了事，可是太子殿下从来都没有怀疑过你啊。可我真的很迷茫啊。父亲从小就对我很好，就算真的把他抓进去了，那我呢？我以后该怎么办呀？铁面无私有亏家族，包庇藏匿有愧于公道。我是两头尾。姚天，你以前是那么果断坚毅的人，现在怎么变得扭扭捏捏的了？你想想，太子殿下和太子妃今日为何会来？丞相可是太子殿下的岳丈，太子妃的亲爹，但是他们在大义面前毫不含糊。你以为他们心里不难过吗？可是他们还是会不留余地地寻找凶手。你到底在烦恼什么？难道你的父亲就是父亲，别人的父亲便不是父亲了吗？曼玉姑娘，多谢你当头棒喝骂醒了我。不错，仁义也分大义和小义，在大义面前，就不该为小义所困扰。父亲让那么多人的家庭支离破碎，是他罪有应得。而我，身为监察司司丞，理应大义灭亲。主人，事情都办好了，都已经安排妥当了。但是我刚刚得到消息，丞相已经全部交代了，目前已经被太子重兵看守起来。丞相这个老东西，要知道他这么没用，早就应该杀了他。
好在安西国还是我们的盟友，明日就会护送我们出城。现下恐怕是出不去了。我刚刚来的时候，看到府外多了很多摆摊的小贩，这些人步伐稳健，行走如风，绝不是普通的百姓。我姚高真是生了个好儿子。主任，若监察司已经警觉，加上太子相助，调动御林军的话，我们恐怕会大祸临头啊！慌什么？就凭他那两下子，还奈何不了老夫。太子殿下，姚天愿亲自回京指挥监察司，亲手捉拿父亲。我相信，只要父亲被抓的消息放出去，他的党羽定会闻风丧胆，到时候就会有更多证据浮出水面了。姚司长，依我看，还是换一个人吧。莫非太子是怕我徇私？那倒不是，只是我不想陷你于不义啊。姚天身为朝廷命官，有负皇恩，未能及时察觉父亲的罪行，还请太子殿下给我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。要是不给他这次机会，他恐怕就遗憾终生了。姚高现在已经身处监察司的监视之下，剩下就全权交托于你了。姚天领命。姚司成，曼羽知道你此行并不轻松，但曼羽相信你一定能做到。曼羽姑娘，姚天走前有几句话想跟你说。曼羽姑娘，最近若不是你的照顾和鼓励，恐怕我很难平静地去接受这一切。谢谢你。哦，知道了。还有，等我做完这件事，你能不能跟我去游历天下呀？太子殿下和太子妃还需要我照顾，我怎么能轻易离开啊？可是，如果没有你，我吃饭也吃不下去，睡觉也睡不了，因为我控制不了我自己。我看不到你的时候，满脑子都是你。我觉得我不能没有你。那你是怎么想的？曼羽也一样。这俩木头终于开窍了。我本来还担心姚天这一次一蹶不振，现在看来是我多虑了。我等你回来。哦，对，圣上他会怎么处置我爹啊？丞相虽然晚年的确是犯了大错，不过还好，他不是主犯，而且他早些年间有些功绩，父皇应该会网开一面的。你放心，我会极力争取。冰儿，以后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我都会在你身边。好。那我也要抱抱。
回监察司吧。怎么，丞相认罪了？您做了什么，您自己清楚。这次我不会再相信你。监察司的人已经把这里围得像铁桶一样，我劝你别再挣扎了。罢了，想不到算计一生，最后却栽在了你这个亲儿子的手里，也算是死得其所啊。这些都是我整理的证据，你去检查一下吧，让我好好再看看这个家。以后，怕是回不来了。父亲，孩儿答应您，进了监察司，绝不让您受苦。这是我最后能为您尽的孝了。把他绑了，有他在，谅监察司也不敢对我们怎么样。主人真是好手段。成大事者，至亲亦可杀。想当年我们江国被横国所灭，我们过了多少年颠沛流离、忍辱负重的日子。现如今，横国被我们搅乱，岂能因为他误了复国的大事？马车备好了吗？备好了。那咱们把这些运上车吧。是。快，这边，这。主人，我们被包围了。拦我者何人？姚大官人，这么晚了，要去哪里啊？太子殿下，我有一个请求。你尽管说。快到京城时，我先行一步，您到监察司等我。我想去劝劝父亲，毕竟他……我明白。你尽量好好劝劝他吧，看他是否能看在你的份上，尽快回头是岸，不要酿成更大的错误了。如果到了虚正时刻我还没回来，你就带人往南城门方向拦截。父亲若是要逃，定会逃往安西国边境，沿途一定有人接应他，不能让他从那里逃了。太子殿下这个时辰找老夫有何急事啊？真是不巧得很，老夫要带犬子远游了。姚刚，你适可而止吧。骗你的，你罪孽已经够深重了，把姚天放了。太子殿下，都能问清楚。老夫这2台车上装的除了钱财，还有一半是最纯的噬心骨。这方圆都是民宅，你说我要是口笛这么一吹，这谁能逃得过呢？你想要什么，我们可以谈，别伤害老百姓。太子果然是爱民如子，那我们就好好谈谈条件吧。说，放我走。你觉得可能吗？那就让这方圆10里地的所有人给我一起陪葬吧。老夫在黄泉路上也不寂寞。这样，你把姚天放了，本太子当你的人质。太子，你知道自己在说什么吗？答应还是不答应？趁我没反悔。成交。等等，
我有一件随行的行李，想要给太子带着。好一个伉俪情深呐，太子妃，老夫今天就失陪了。来，走。太子殿下，我劝你还是先闭目养神休息一会儿吧。一会儿到了安息国，你恐怕就没有这么好的条件了。廖高，我一直想不明白，朝廷对你不薄，父皇也封你为商贾的领袖，你为何做这一切？真相很残酷，太子殿下，我劝你还是不知道的为好。总之啊，我今日所做的种种，都是你们父子给逼的。那你这么做，会伤害姚天，知道吗？他是我们姚家的人，必要的时候，就必须为我们姚家做出牺牲。你不是衡国人。哦，太子为何会如此认为？我见过不少的黑心商家，也有很多贪污的官员。他们不是为了财富，就是为了权力。而你姚高，把赚来的大部分财产都给了安息国。况且，你在衡国，也只是一介草民，官场也不愿意涉足。这让我一直想不明白，只有一种可能，你不是衡国人。哼，那你倒是说说，老夫是哪国人啊？应该是江国人。江国灭亡的时候，以你的年纪，应该是经历过全城的。太子真是好眼力呀！那你不妨再猜猜，老夫到底是何许人也？我尚年轻，江国我不太了解，父皇也很少提起。你究竟是何人？老夫就是被你们所灭的江国丞相姚松庭。江国虽然不大，但是却很富庶，反倒是你的父皇，那个才刚刚登基。他急于建功立业，便听信了秦毅那个老狐狸的话，假借通商的名义，突然对我们江国发起了攻击。我们没有任何准备，皇宫很快被攻破了，皇上被杀，你们几乎兵不血刃就灭了我们江国。夫人，大人，你可回来了！天儿，夫人，你听我说，皇上跟皇子们都被杏林子杀了，衡国人很快就到这里了。我已经安排了接我们的人，我们赶快走。给我仔细搜！是。一定要斩草除根。夫人，赶紧走！夫人，快！
非常成功。你口口声声说是为了江国复仇，为了妻子复仇，可你究竟做了些什么？你自己清楚吗？拿着钱财贿赂高官，替你贩卖私盐，还囤积了大量的粮食布匹，还有民生物资，扰乱市场。你知道你害死了多少人，又有多少人想找你报仇吗？只要能毁了恒国，死再多的人，我也在所不惜。安西国的兵马不日就将抵达城外。太子殿下，我会让你亲眼看到恒国的毁灭。太子，请吧。这是什么地方？这是老夫在城郊的一座小别院，跟你的太子府可比不了。我们就暂且在这里歇歇脚吧。你就不怕追兵吗？还有心情在这儿落脚？哼，有你太子殿下在我手上，谅他们也不敢轻举妄动。走。别动，站住！父亲，天儿，你们怎么在这儿？我们接到密信，有一伙安西国的士兵潜入京城附近，而这里就是你们的接头地点。知道就好。安西国的精锐人马马上就到，想活命的，我劝你们赶紧离开，否则一会儿你们谁也活不了。他们来不了了，安西国的士兵中了我的诱敌之计，半个时辰前已经全部被我歼灭在郊外的山谷里。哼，不相信吧？给你带来了，蓝色的头巾，就是你们今天晚上行动的信号吧？这不可能，绝对不可能！姚高，你最后的希望已经破灭了，赶紧束手就擒。就算你今天杀了我，你也走不出恒国。既然如此，我们就一起下黄泉吧！曼远，怎么回事？不是在太子的包袱里放了药吗？这没道理啊！哼，就你们的这些雕虫小技，真是让老夫笑掉大牙了。这些噬心蛊都是经过了重新的培育，你的这些解药不管用了，你们就陪着老夫一起下地狱吧！噬心蛊重新为祸事件，是我药神谷管束门徒不言所致。今日我重设江湖，将噬心蛊尽数毁去，也算了却了一桩心愿。爷爷，是爷爷。主人，你没事吧？我没事。叛贼姚高已被捕，同党语者，束手就擒。太子殿下，我能再和父亲说几句话吗？父亲，姚天身为监察司丞，有皇命在身，不得不对您不敬。日后，望您多多保重。天儿，
我一直当你是个孩子，其实你早已经长大，不需要爹了。你长大了，你不需要爹了。走，快点走，是啊，走。罗思成，你没事吧？何人？小伙子，你的功夫不错，有情有义。等此事完结之后，速速与曼玉回府完婚。爷爷这么大年纪了，还是这般胡闹。姚思成，你没受伤吧？没有。爷爷既然是想试探我的武功，他也定不会伤到我，你放心。他们这一走呀，就不知道什么时候才能回来了。是啊，不过曼雨倒是跟我说了，他们成婚之后还想回太子府，我果断拒绝。人家新婚燕尔，我怎么会让他们分隔两地？有道理。哎，你朝中的事情都处理完啦？处理完了。姚高被判了秋后问斩，至于丞相，父皇为了保住他的名声，决定不把他的罪行公布于众。还有秦风，给他追加了忠烈侯。所以啊，你就放心吧，你们家的名声没有受到半点影响。我知道，所以谢谢你们。现在呢，曼雨走了，我亲自下车奖励你。好啊，还有件事情。我呢，已经向我父皇告假了。告假？从明天开始，我就带你游山玩水，好，吃遍天下最好吃的东西。好。就在这儿吧。茄子，茄子，茄子，1、2、3，茄子。不行不行，不够潇洒。啊！你怎么吓我啊？这个怎样？我给你戴上。你会戴吗？之前不是学过吗？啊，等，不够威武。那就还没好吗？不错。这样。哎，这个好。哎，你别动啊！你不能动。哇，这些都好漂亮啊！是好看。哇，是这个。别光只吃菜啊！来，拿起手中的酒。祝你们一路顺风。一路顺风。小天，以后有时间还是要经常回来看看。一定的，太子殿下，有什么需要尽管飞哥传书给我。坐吧。来。曼玉，来，太子殿下，我再敬您一杯。怎么了这是？啊，都已经嫁人了，不再是小姑娘了。
以后还要自己独自管理药神谷呢。别再这样了。我不想当什么药神谷的谷王，我只想和太子妃你在一起。我当然愿意了，那姚天可不高兴了，是不是？他敢。你呢，一定要好好珍惜姚天，咱们一起经历了那么多的风雨，这样呢，才能知道谁才是对你最真心的人。太子妃，你也是。他们走了。是啊，不过姚天给我们留了一样东西，看看。异闻录。你认得这本书啊？原来这本书是姚天写的，他把我们相遇的事情，还有那些案件，全部都写在里面了。我看不出来啊，姚天还会写书。原来这本书的作者是姚天。我说他怎么把幕后凶手的故事给隐掉了呢？你似乎看过这本书，但是不可能啊，他这不是刚写完吗？我说出来你可能不信，我就是因为这本书才来到这个世界的。现在这本书又出现了，是不是说明我马上就要走了？你帮我做件衣裳好不好？指尖堆叠着情节，你的脸是我忘不了的缺，辗转之间刻骨了爱你的无邪，听落雪，怎么样？太美了，简直是巧笑倩兮，美目盼兮。这就是你说你们那个年代的嫁衣？从前的我呢，并非是我，现在的我才是真实的我。我想真正嫁给你一次。请问凌轩先生，你愿意娶唐冰儿小姐为妻吗？不论贫穷还是富贵，健康还是疾病，一生一世永远守护她，陪伴她，尊敬她。我愿意。那唐冰儿小姐，你愿意嫁给凌轩先生吗？不论健康还是疾病，贫穷还是富贵，一生一世尊敬他，忠于他，守护他。我愿意。缘分的世界，我只愿与你相携。时光也蝴蝶会为他热烈。你和我若能相识无的渊源，只圈住今夜莫谈诀别。
该来的总会来，你该回到属于你的世界了。这一瞬浮山海中要与你相约，缘字约，今世遇见你的特别，忘了结情字，唯有你能解。缘字约，就算和你注定是离别，这一瞬浮山海中要与你相约。徐小小，冰儿，你醒了。你都躺了好几天了，到底发生了什么事情啊？我接到电话的时候都快担心死了。我被人推下水了。什么？那天，你好，我是薛安宁的粉丝，来给她送花。薛寒宁抢救无效死亡。天哪，这么惊悚！幸好在场的工作人员及时发现救了你。警察找到凶手了吗？凶手已经抓到了。凶手是个变态，发现薛寒宁跟男朋友亲热，他就疯了，觉得薛寒宁给他戴绿帽子，所以计划杀他，结果被你发现了。小小，我这次昏迷的时候，我去到了另外一个世界。你猜我碰见谁了？谁啊？你说的不会是骆锦川吧？你怎么知道？你别笑，还有你呢！啊，在那个世界，他是太子，我是太子妃。你别笑，你是我的小侍女曼月。哎，你这一听就是做梦了啊！不是做梦，是真的。你好好休息吧，我先回学校看书啦。周一考试，我明天再来看你啊。这真的是一场梦吗？你等一下，我去给你叫人。别走。只要你喜欢，这条街不都是你的吗？哎，不都说了吗？夫妻之间也是需要小惊喜的。你刚才说什么事情？你分明就听见了。梁子，来叫一句官人听听。不，那我就来了。以后不管发生任何事情，我都会在你身边。好。
神不对，女人，你这是在玩火。我用不着。喜悦，我用不着你管，别跟着我。我错了还不行吗？你哪能有什么错呀？都是我的错，行了吧？我想一个人静一静。不是，我不知道什么时候会回去，而且我回去了，可能就再也回不来了。我知道啊，我说这些你很难相信的，但是我真的没法。不信。既然不知道什么时候会离开，那以后我和你的每一天，我都会更加珍惜的。缘自缘，今世遇见你的特别，我了解情字，唯有你能解。缘自缘，这样，哎，这个好，这个好，哎，你别动啊，我给你戴上。会戴吗？之前不是学过吗？缘自缘，今世遇见你的特别，我了解情字，唯有你。这些都好漂亮啊！是好看。哇，看这个，游山玩水，好，吃遍天下最好吃的东西。你该回到